谢。大家好，我是鲁豫。这个赛段叫朋友赛，脱口秀演员和朋友一起组队。朋友呢分两种，一种是我们互相欣赏，我们在一起就能赢；还有一种叫彼此原谅，输了也不全赖我。所以为了比赛能够更加的公平公正，我建议啊，这一轮之后赢了的，我们再加一轮默契测试，测什么呢？测一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彼此的生日，还有对方的真实姓名。如果你都答不上来，那就取消比赛成绩。等一下大家注意他们的互动，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对答案了。你叫什么？我是用的真名。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哈，就是交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共同语言。我小的时候每年暑假会去上海的英语角，用我仅会的几句英语跟老外聊天交朋友，说我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上几年级。每个老外都特别吃惊，说哇，这个小孩英语太好了。我比较幸运，那个时候没有人写 report 揭发我，如果有的话，你们会不断的搜到什么避雷上海英语角那个说英语的短发小女孩，内容重复率最高，没有之一。你们一定会觉得我每天采访不同的人，交朋友会特别容易，并不是这样。因为交朋友和采访完全不同。你看，交朋友需要有边界，但是采访呢，要求你在2个小时之内尽可能突破边界。而且，我和采访对象聊的所有内容是可以公开的，但是朋友的聊天记录是万万不能公开的。如果我的一个采访嘉宾说，刚才聊的能不能不公开？那我知道他是想和我交朋友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采访过他们，我们是单纯的酒肉朋友，对彼此的精神世界嗤之以鼻，但对彼此的物质生活关怀备至。如果我要说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他们就会说，你就是无聊了，等着我给你送点吃的、喝的、玩的过去。在这里要感谢美团闪购，因为如果没有美团闪购，我们的友情不可能30分钟到达。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的配得感极高。比如我夸她，我说你今天真好看，一般人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她的反应，哎，你这话说的，我哪天不好看了？我站在这里，这里就蓬荜生辉。我说 OK， 亲爱的，你的自信我非常欣赏，但咱们能不能先从这个厕所出去？还是他，不仅配得感高，而且羞耻感特别低。换句话说，脸皮比较厚。有一次我说你真牛，不管是谁，哪怕这个人再不想为社会做一丁点有用的事，一不留神他也会做那么1、2件，但你真行。你真的是一件对社会有用的事儿你都没做过。他听了以后一点不觉得羞耻，反而反过来讽刺我，送了我一张奖状，上面写着鲁豫2024年到2025年对社会最有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24年以前的成就视而不见。我还有一个女性朋友，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人很先锋，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她从很早就意识到要让别人忽略掉她的外貌优势，于是她非常朴素，每天穿一样的衣服。我看到罗永浩老师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你也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外貌优势吗？你隐藏的也太成功了。我们这帮朋友里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她呢负责给我们抢精神保健品拉布布。我们现在人手一个，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位非常朴素的先锋的姐姐，我们硬塞给她一个，说这个你随身带着特别有用，防3高。
他呢，为了维持自己形象，就把那个老布布塞到包里面，趁着四周没人才偷偷拿出来，给老布布换一身衣服。所以我身边聚集这么一帮丰富的、独立的女性，没有一个人符合所谓的贤良淑德。用步惊云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守妇道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的毛病，比如说有的人盲目自信，有的人整天迟到，有的人就是没有礼貌，还有的像我这样貌似很有礼貌，但是借脱口秀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是不是地久天长，我们接受友谊可能就是阶段性的。就比如像脱口秀演员的友谊，它就是赛段性的。但是我建议他们不要光关注朋友的段子，在比赛之余抽空问一问朋友的真实姓名。谢谢大家，我陈鲁豫。我是 Ken 啊。谢谢。如果说我们的老粉丝应该会记得，我前几年在节目里讲过一个和我妈和我爸一个单亲家庭的段子，记得吗？谢谢。经常会有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和我连麦，和我分享他们和父母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说，他跟着他妈和另一个单亲爸爸重组了家庭，那个爸爸带着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听了一晚上他们的故事，听得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听到最后告诉我妈妈叫刘梅，爸爸叫夏东海，你知道吗？不是人干的事儿。很多朋友还会在连麦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叫愧疚式教育，我很能感同身受，因为我妈从小对我就是愧疚式教育。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她给我买过一个能显示温度的保温杯，每天早上会给我调一壶刚好50度的热水，多一度少一度都不行，给我，跟我说妈妈可以睡懒觉，但妈妈没睡。妈妈希望你看到这个水就能想到妈妈的辛苦，这50度是妈妈一度一度烧出来的。我说妈，那没烧开，那你别管。妈就是希望你能认真学，能拼命学。记住没有？看到50度就要想到妈妈，记住没有？我记住了。每天我就在学校念叨妈妈50度，妈妈50度。同学都传我妈是个锐角。当然我也没有辜负她，我也经常给她带一些刚好50分的试卷回来了。我也是。但我妈不是那种她会把为你好3个字挂在嘴边的愧疚式教育，她只会在一种情况下说为你好，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为你好，你知道吧？在其他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我妈是那种她会藏进去，但她藏的你肯定能听得出来。她会说妈不图啥，妈不是非要住什么市中心大平层，开什么奔驰宝马，有个100-200万钞票，戴金镯子金项链，妈不图这些。我说你不图，你说那么具体干什么？你不图？我车子、房子、票子、链子，我妈好像是个 rapper， 你发现了吗？她也很适合，因为我在写这篇稿的时候，我回忆她愧疚式教育我的那些话，好像真的能连成一首歌。让你在学校学习，你不能浮躁。我把最好的都给你了，你得知恩图报。就是为了赶回来给你做饭，我那把清一色都没有糊到。你可以放心，妈啥都不要，但你记住，人不能不忠，也不能不孝。我说我作业做累了，我想看会儿电视，他说这么回报我，你简直胡闹。重生之我的妈妈是娃娃，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关键是这些话我也学不会什么，只会让我习惯性愧疚。我的表情包全是跪着磕头的，在公司跟每个人说不好意思，打篮球一直在那我的，我甚至都没在场上。这整个人就是敏感又自卑。很多网友这时候会说，那你断亲就好了。我做不到，因为他真挺爱我的。一开始他都不知道什么是脱口秀，我说就是别人花钱让我逗他开心。他说那忙不忙啊？我说不忙，每天夜里才上班。我妈直接就哭了，说儿子，妈不嫌丢人。我当时又感动又难受，好像在我妈眼里，儿子不是来上海了，儿子是来下海了，你知道吧？而且
且我琢磨了一下，也不能全怪他，因为我外公也这样。过年吃饭时候，明明有一大锅螃蟹，我外公非要给我妈碗里夹一个，说你吃，我不爱吃。我妈再把那只螃蟹夹到我碗里，说你吃，妈不爱吃。我说都不爱吃，咱做它干啥？纯杀生，纯扣功德。扣完都是吃啊，传啥呢？在这儿，我妈说是爱，我说是爱吗？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吗？在这儿。真的，我当时对着那只螃蟹，我又愧疚了。我说谢 bro， 你算白死了。那天回家之后，我很认真和他聊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了半天，然后我妈也想了半天，她说，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害怕我老了之后你不管我。我当时就是想让她安心，我说你别怕，我会一直陪着你，我挣的钱都给你，我管你一辈子。谁能想到我妈的眼睛里露出了绝望？我说咋了？她说，你爸当年就是说的一模一样。我说咋可能？谁骗你我都不会骗你的。她说这句也一模一样。真的，最后真正让我释然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课题，歌颂苦难没苦硬吃，好像就是他们的课题一样的嘛。咱们也会有咱们的课题，也很有可能咱们老了之后子女也会不理解咱们这代人没福音享嘛，是不是？很有可能你还剩最后一口气，你躺在病床上，子女围着你，你也分不清真假，在那哭，说爸您最后还有什么心愿吗？我想买个拉布布。再给他换个衣服。让我跟我妈现在关系就好很多了，我现在已经敢跟她正常说话，甚至开玩笑了，有时候跟网友对线一样。我妈说，你看我哥家孩子，人公务员结婚了，车房都买了，怎么人家就能生出来这样的儿子呢？我说，哦哟，还得是你们家哥哥。而且我也真的在管他，我也在乌鸦反哺，只不过我反哺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愧疚式反哺。前几天我们新家装修要买一个空调，我给我妈买了一个9000多的空调给她。哎，给她，然后跟她说，儿子可以买便宜的，但儿子没买。儿子希望你看到这9000多就能想到儿子的奔波。这9000多是儿子一场一场卖笑卖来的。你要认真吹，要拼命吹，一吹到这个风就要想到儿子，记住没有？我妈记住了，没过2天给我发过来一张空调的照片和一条微信，说儿子你怎么凉得这么快啊？那条语音里我妈的声音都有一些哽咽了，我问她，妈是不是有点感动了？我妈说不是，妈有点感冒了，是吧？加热线你们我给你。我是小帕。啊，谢谢啊！我是一个新疆人，前一段时间抑郁了。有人问我，那抑郁的新疆人还会扭脖子吗？会的，朋友，会的。我们上吊都是这个样子。家人不理解，他看我不高兴，总希望我能出去转一转，总跟我说你去转转，你去转转，你去转转。我说咋了？你要把我回收了吗？我朋友很好，真的，我朋友们都很好，一直在安慰我。我奶奶也试图安慰我，她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应该是抑郁，一种病吧。我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说我就是提不起精气神，总觉得身子很沉，老想哭也不想见人。奶奶说哦，鬼上身。朋友说这样，我带你出去旅游好不好？咱们受一受启发，咱们去那个岳阳楼，咱们学一学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说先不说我现在起床都困难，那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不就是抑郁症吗？我猜的，我没有行医执照，大家不要信我。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他们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但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最难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讲，我都想上吊，我都想上吊了，还会有人过来劝我，小胖，你高兴一点。我想去他家上吊。我试图和他们解释，抑郁不是我不想高兴，是我高兴不起来，是我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对吧？没有那个能力，就像这个地方，我巨想写一个爆梗，我笑死你们，我笑到你们这辈子活完了，临终前不给孩子交代遗言，就交代我这个段子。没写出来。
我真的很想高兴，我想高兴的情绪一点也不亚于我爸想要儿子的情绪，真的。我不高兴，我爸爸没有儿子，我们俩虽然处境不同，但我们都需要同一个建议，不行去医院看看呢。我去了医院，医生非常负责任，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这还要观察一下你的情况，这段时间你多来几次好吗？我说 OK 啊，大概去到第3次我就开始高兴了。我爸到现在都没有儿子，我更高兴了。医生跟我说：“你能给我描述一下你现在有多高兴吗？”我说：“我以前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觉得我该死；我现在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医生说：“你能仔细跟我讲一讲这几天你都干了一些什么吗？”我说：“我就高兴啊，我就跟朋友一块出去玩，喝酒、逛街、花钱，自己身上花不过瘾，我就开始在别人身上花钱，我自己跟自己都能唱歌跳舞。”医生说：“你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说：“偶尔也会有啦。”怎么了吗？医生说：“你这是狂躁。”我哪知道那是狂躁，我以为我只是新疆人。真的，我跟你们讲，新疆人这个身份，它掩盖了我的病情。你们要是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自顾自的唱歌跳舞，你们会觉得哦，这个人有病吧？但是你们要看到一个新疆人在大马路上自顾自的唱歌跳舞，你们会觉得哦，他在做自己。医生跟我说，你现在不是好了，是转向了，你这个病它叫双向情感障碍。我说我的天哪，这名字也太长了吧，听着都像个新疆人。他说你就是会交替出现极其高涨以及极其低落的情绪，我都纳了闷了，一个人他怎么能既便秘又拉稀呢？就转向特别突然，有时候我跟朋友约好了出门了，我妆都化好了，突然身子变得很沉很难受，我就想跟朋友找个借口，哎，虽然把这事直接推掉吧，但我觉得我都33岁了，我应该面对真实的自己啊。硬着头皮半天憋出来一句话，我说我转向了。过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一条语音跟我说，记得打转向灯。就有些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坐那儿写 PPT 我都能写高兴，写着写着我说太高兴了， PPT 真的太好了，我想让全世界都看到我这个棒棒的 PPT， 我都想去公司门口吆喝，耶，郑州新疆 PPT。同行问我，你狂躁期你脑子会转得很快，那是不是很利于创作？脑子转的是很快，但是没有逻辑，朋友们。上一句跟下一句不挨着，接下来这段不是我创作出来的，是我狂躁期写的东西，在备忘录里面。我今天冒着冷场的危险给大家念一下，或许会有人喜欢吧。人类主要有2只手，快给珍珠奶茶打电话。多年以后，我是孙红雷。没了。因为我的状态没有办法确定嘛，如果你们哪天看到我演出在台上死气沉沉，整个场子都很凉，我也很凉，请大家给我哪怕一丁点包容，因为不是我水平不好，可能那天就是状态不太好。但如果哪天你们看到我情绪特别饱满充沛，屋顶都被我掀翻了，特别炸，对，就是我的真实水平。后来慢慢我也理解了狂躁为什么要叫狂躁，先从狂开始。我平时挺自卑的一个人，狂躁期我感觉我啥都能行，好吗？我啥都能行，什么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都别猜了啊！今天这个事儿我定一下。我高考数学考了27，但我可能就是当时状态不好。我狂躁期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个全才，我买了各种绘画类的书、材料，还有什么油画，我们家还有油画刀，我甚至还买了架子鼓，我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当代达芬奇。我看到达芬奇那个自画像我都瞧不上，我说太无聊了，来我给你加2笔，以后你不叫达芬奇，你就叫买买提。狂躁期想花钱，太想花钱了，什么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东西太普通了，说出来我都觉得没意思。我甚至还买了护指，射箭用的。我既没有弓也没有箭，就狂躁期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花钱的东西，我太想花钱了。我感觉我的狂躁跟我的抑郁对话，就是抑郁会说，我好想上吊，我的狂躁就会在旁边讲，耶，可以买绳子了。狂躁期的高兴和活力都需要我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都需要我在抑郁期成倍的还回去。
我就感觉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还是个高利贷。就我狂躁越狂躁，就会导致我抑郁期更抑郁。抑郁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狂躁期买的东西，我都感觉他们在嘲笑我，所以我抑郁期我只能一边哭着就一边思考，我这么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边往群里发二手架子鼓150包邮，还会有人问我可小刀吗？我说你甚至可以给我一刀好吗？就那会儿，我真的深深的明白，我不是达芬奇。我不可能是达芬奇，甚至这些破玩意儿要是卖不出去的话，这把就是我最后的晚餐了。最后我很难过，给我奶奶打电话，那个8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大家还记得？她不理解什么叫抑郁，当然也不理解什么叫狂躁。她说你怎么了？你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我就说我就老想喝酒，老想乱花钱，坐不住，总想搞对象，干了很多蠢事儿，总想干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太负责任的事情。我奶奶说，哦呦。你不要相信那帮人说你精神有问题，你精神一丁点问题都没有，这都不是事儿啊，你就稍微有点随你爸了。我说那能一样吗？这个情况不一样好吗？我这个情况有的治，我爸没有。谢谢大家，我是小爸，谢谢。来，小帕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帕。嗨，大家好，我是李文啊。然后我现在呢，是一个研3马上要毕业的学生，现在正在一家外企实习，朋友们。这公司特别好，特别好，哪儿都挺好的。唯一不好的就是在那个外企上个班，每个人都必须要起一个英文名。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起个英文名，我经常因为我的英文名不够小众而感到非常的羞耻，因为我叫 Bob。这个名字是我从我小学英语老师那地方批发来的，不是只有我的名字这么普通。当时我们班 B 字辈3兄弟 ，Bob、Billy、笨。爸爸哔哩笨，爸爸哔哩笨还行。Bob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了，它显得你的英语水平很差。我室友的狗都叫 Daniel。上班第一天，3个同事请我吃饭，坐下来就开始自我介绍。中间那个人说：“嗨，我叫 Jackins， 这位是 Angelina， 这位是 Isabel。”我说：“哟，雅思词汇。”最夸张的是那个伊莎贝尔，他跟我说：“你也可以叫我的简称伊莎。”我心想：“你还简称伊莎？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伊莎？你的贝尔呢？被林娜偷了。”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英文名还可以缩写，关键是他缩完了还有3个字母，我一共就3个字母。我想了半天，我说那你也可以叫我鲍师傅。我觉得英文名就是这样，它会给人一种很强的第一印象。我有个同事，他叫 Aldrich， 朋友们 ，Aldrich 统治者的意思。我第一次在一个名单上看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张扬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的 HR 过来点名，点到他的名字，说王志刚。他说到，我觉得王志刚不应该叫 Aldrich， 王志刚应该叫笨。所以我在公司里面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热情、特别善良、特别主动的同事，他上来就跟我打招呼，他说：“嗨，我是 Sam。”我说 Sam。Damn， 不会是 SAM Sam 吧？他说对，我说我是 Bob。他说我等你很久了。我们俩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张伟见刘刚。他
他也特别激动，他问我，他说我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说对，在多邻国。现在大家英文名复杂，中文名起的也很复杂，一定要独特不重名。新一代的小朋友他们的中文名越来越复杂了，2个字的都很少，3个字为主，4个字也很常见。我还见过5个字的，我见过一个小朋友的中文名叫漳州沐雨辰，我一看以为打开王者荣耀了呢，感觉这个名字上户口都得上绿牌。漳州沐雨辰，它听起来像是一个代号。杭州吴彦祖，苏州彭于晏，漳州沐雨辰。而且你仔细一品，你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像一句诗，像一个5言绝句。感觉以后起名字不用翻新华字典了，直接翻唐诗300首。姓白就白日依山尽，姓黄就黄河入海流，姓唐直接叫唐诗300首。以后那个老师走到教室里面来，讲台上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们4个来我办公室。所以有时候如果突然别人说出了5个字，大家也不要太意外，他可能只是在叫他的朋友。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每桶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的茄皇，就是脱口秀最好的朋友。现在这些名字除了拼复杂，还要拼内涵。我之前认识一个高中生朋友，他上来跟我介绍他的名字，他说：“你好，我叫周一化。”然后念了2句我完全听不懂的诗。他说：“一是汉地之德，四其一儿的一；化是鬼化于幽静，婆娑于人间的化。”我说：“好诗。”好诗，他说：“那你叫什么呀？”我说：“我叫李文，李白的李，没文化的文。”我觉得不是名字让你变得独特，而是应该你让这个名字变得独特，对吧？就像有很多，这世界上会有很多叫李白的人，礼拜1、礼拜2、礼拜3、礼拜4、礼拜5、礼拜6，我就只喜欢礼拜6，我最讨厌礼拜1。对吧？但是有一些名字，它就会因为一个人变得很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要是叫这个名字，你的人生都会改变。比如，如果你叫慕容云海，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就定性了。上大学的时候会交到3个朋友。会有一辆国产跑车。笑起来牙齿特别的白。见到喜欢的女孩就会说：“喂。”你好，所以我一直觉得，你这名字普通一点没关系，对吧？跟别人重名也没关系。我经常跟别人重名，我跟别人重名只会很开心。我说哇，你也叫李文，我已经很习惯了。像我们这种名字，李文、张伟、王强、刘刚，这4个名字抓到上海来能住满一个区，我们可以叫它重名区。想明白这个道理过后，我就大胆说出自己的名字了。我英文名我也随便说。前段时间我妈关心我，她说你最近毕业了，工作怎么样呢？我说，还挺好的，在实习，在干销售。我妈最讨厌干销售的，她说你一个研究生毕业，你干销售，卖课啊？我说卖课，是我的领导。我是鲍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哇，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秋月，我是秋月，谢谢。我小的时候家里是摆摊卖水果的，从来不缺水果吃，什么坏吃什么。嗨，真的，身体从来不缺维生素，也不缺黄曲霉素。我妈会把这个水果烂掉的部分切掉，然后跟各种水果混成一起，弄个果盘让我带到学校去，鲜果切。我一般都会在上午选择跟同学们分享完，因为下午就会变成烂果切了。其实这不是最闹心的，我烦的是我每次交学费，我有一次交学费，我上我妈摊上去要钱，然后我妈就给我从兜里掏出那个1块、5块的零钱，凑成6捆600，
装在书包里。你知道同学的600没有人发现，我的600很引人注目，放在书包里鼓鼓的。同学都问你要炸学校啊？我说这里是钱。他说你要把学校买下来呀。而且那种不知道转了几手的零钱，你知道吗？特别多，还特别臭，味道很大。同学们都说我，他说，哎，秋儿家里虽然很穷，但还有2个臭钱儿。我到了学校之后，老师让我们把钱拿出来啊。我把钱打开之后，我看着那个钱，我心都碎了，碎成一块一块。老师让我们把钱拿出来，让我们在钱的右下角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名字。同学们都写完了，我刚铺完。同学们把600块钱交出去，我还剩500多没写完呢。老师都着急，说你干嘛呢？磨磨蹭蹭的走到跟前一看，哎呀，老师相信你，不用写了，来来，相信你。他就开始收我的钱，他收不住我的钱，钱多的2只手他拿不过来。我从他表情里能看出他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回到讲台就开始数，他把同学的钱全都数完了，放在一旁，摞一起没有这6摞厚。他就开始数我的钱，1块、2块、3块、4块、5块、6块，然后碰到一个5块，7块、8块、9块、10块、11块。老师是语文老师。你想知600多块钱零钱很难一次性数对，不是多1块就是少1块。老师数都急眼，我数到哪了？下课了。这时候老师就很生气，指着我说：“就是因为你耽误全班1节课时间。”当时我心里很难受，我同学们很高兴，说我在家这数羊数100都睡不着，老师数6块钱我就睡着了。这都问老师，老师你还能数1节课吗？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是我的原因，我知道啊。从那以后我就做什么我都特别小心，我就生怕浪费别人的时间，我怕耽误别人。就上个赛制我就犯了点错误，上赛制之前我喝了1瓶功能饮料。大家可能不知道功能饮料特别利尿。我当时就坐在2楼中间的那个位置，就坐在那里，真的我有点受不了，时不时我就站起来。每个演员上台下台我都要站起来一下，他们以为我不服气要站堂。这时候我就跟我的话筒说话，我就说我要上厕所，能不能派人接我一下？我说给我个机会。我半天没有人理我，我就跟我身后的演员说话，我说我要上厕所。他说我也想去。但他看我的表情，他笑了，我就知道他的想和我的想，他不是一个量级。朋友们真的很难受，我没办法，我死死的拽着自己的裤子，我就拽着自己的裤子。但是我今天穿了一个浪姐的同款，就两边都是钻，特别漂亮。我当时穿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好好爱护它。结果我当场抠掉6颗钻。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住，然后我控制不住，我就发现，我就发现裤子，我观察它的颜色，我在想它是牛仔蓝，如果它要是湿了的话，能不能被看出来啊？而且按照我们当时的比赛规则啊，就我随时可能被抽到上台。我想一会儿我要是上台了，我 PK 谁呀？我这样我还能 PK 吗？这时候我就跟我的麦说，我说一会儿如果我要是不行的话，你能不能只照我的上半身？我当时还观察了4位导师，我在想3个多小时过去了，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现场260多个观众，40多个演员，怎么都能挺住，就我不行。我就跟自己较劲，我当时说我一定要挺，我就能挺住，我为什么不行？我挺到第7个演员上场，贾浩上场。当时孟川老师跟我说的，哎呀，贾浩上场，这场一定会有休息。我当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身上，我在他一上场我就喊满票，结果喊着变成厕所，高票晋级，全场高呼，我也高呼，我上厕所啦！真的，我就开始准备好，就在了2楼那个口的位置，我就开始准备好就出去。我说来，你们给我让个跑道来。这时候我以为主持人会喊到说我们休息了，结果他喊的是有请我们下一位演员。我当时就崩溃，我绝望了，朋友们，我绝望了。我开始观察我那个楼离地面的高度，
我开始问旁边的演员，我说你来，你们看看到底有多高，我要跳下去。他说不行，太危险。我说你是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危险。我跟旁边的川哥说，我说川哥我不行了，我可能要尿这儿了。川哥说啊，现在吗？我以前一直坚信一句老话，我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呢。哎，憋那样了，我都没有走下去，我怕穿过舞台，我怕影响别人，我怕耽误大家时间，我都开始恨自己。我想起了我自己小时候一次次上厕所不敢举手的场景，真的，我恨自己，我坐的长椅，我恨自己坐，它为什么是个长椅，它不是个马桶？我看被我抠的长椅那个洞，我在想那洞再大点该有多好。我跟你说，人呐，迫不得已的时候会产生幻觉，我就感觉我人已经在走向厕所了。我在走上厕所，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做过那种梦，就是那种找厕所的梦？哎，找不着还好，找到就麻烦了。我当时马上就找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听旁边人喊，他说：“秋月，秋月，秋月，我也要去厕所，我们一起。”我一看是张俊，他说出“一起”的时候，我都想跟他一起私奔了。他让我沿着楼梯口下台了，我就沿着楼梯口下台。这个时候有导演组的人看见了我，就把我带到厕所。真的那一路我都没敢跑，我没敢跑，我怕摔倒，我摔倒我就爆炸了。我本以为这个事儿结束，谁也没有影响。然后那天导演跟我说，他说你那天表情太奇怪了，你是觉得他们讲的都不好笑吗？我在这儿我必须解释一下，人呐在很急的时候耳朵会聋掉的。哎，我想他们一定是很好笑的，只不过全程我都在尿点上。但是今天我不怕耽误大家时间，因为经过上次我知道比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尽情的释放自己。好，谢谢大家，我是秋月，谢谢大家。大家好，各行各业的朋友，你们好，很开心，很开心。我是季业，去年有更多的人认识我了，我们学校任命我为知名校友，我的照片已经挂在教学楼的走廊了，我跟牛顿挂一排。娱乐圈打到学术圈了。人一出名就会很飘，看过了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不太想要单位的五险一金了，好想离职啊！刚好公司就准备裁员，我值得被裁。在我们部门，如果要比谁最差，我肯定是最好的。而且我来公司3年了，那个赔偿金不少的。我的工位要拆迁了。我们组长在那个部门群里说，公司要裁员，大家做好准备，做准备。哥们儿新手机都换了，就等着公司发国补了。那么有人会问，那旧的手机该怎么办呢？出门转一转吧。等了2天，我们组长把我叫到会议室，他说他决定把自己裁了。你还能裁自己？你权力这么大吗？女巫把自己给毒了，法官把自己给告了。哎，刑场上我等着被杀头呢，刽子手突然说那个老子也不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就想走了，也等着拆迁呢。他裁自己的理由是没有带好我。但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的赔偿金肯定更多，因为我无意中瞥到他那个显示器，狗东西已经开始看车了。那旧的车应该怎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最后没有等到 N+1，我就主动离职了，相当于净身出户。我也是第一次经历那种断崖式离职，走不出来，好怀念在公司摸鱼的时刻呀，想念公司的厕所。我一天能去8次。我在公司其实有2个工位，一个用来办公，一个用来出工。那个厕所见证我太多了。我第一次上王者就是在那个厕所，我甚至在厕所面试过。我还想念陪伴了我3年的电脑，我用它工作，也
也用它争吵，键盘都有些失灵了，尤其是 S 和 B 这2个键。不要误会，是给 Sam 和 Bob 发消息。我挺想上班的，我之前的段子都是上班写的，你知道不上班就没段子。找了好久我都没找到工作，我刷短视频刷到一个叫假装上班公司的，你们听说过这个吗？假装上班，他有会议室，有工位，花50块钱能做1整天。我本来想找点负面情绪攒攒素材，去了我就爱上了，从未见过这么快乐的职场。这里上班不用打卡的。我去的第1天还下意识地问他，咱们在哪儿打卡呀？老板说打什么卡？你要实在想打，可以去大众点评打。来这儿大多是那种刚失业的人，我发现我们这些没有工作的人在一起，还是会有那种卷的惯性。没有实质工作，就只能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卷，比如职位，职位可以自由选择的，全都想当 CEO， 一进公司全是 CEO， 我觉得这个公司有点塞不下这么多 EO 了啊。起名字也卷，这里会模仿那种互联网大厂随便起。我们那个公司其实现在有2个乔布斯，3个巴菲特 ，Office 剧本杀，大家有点玩进去了。有个刚失业的大姐，我们管她叫明珠，因为她离空调最近。有一个大哥欠了很多债，想创业没钱，一直在这耗着。我说你就叫永浩。可热闹了，一到中午我们就让明珠姐把那个空调调低点，然后我跟3个巴菲特共进午餐，拼好饭。吃完饭，永浩到处问呢，要不要交个朋友啊？要不要？而且你知道，为了让大家那个体验更沉浸，公司还给大家做工资条，但是不发，纯给情绪价值。刚开始统一发2万，然后有人不满意了，那他凭什么2万？我要3万，又开始卷了。不瞒大家，我现在月薪3个亿，这还是实习工资呢啊！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娱乐项目了。我看那个工资条我都害怕，3亿，这得数到什么时候啊？上坟都没有这么激进啊！我看那个工资条，我说实话有点理解有钱人了。钱对我来说真的就只是串数字而已，我对钱不感兴趣。我的花名你们也能猜出来了，叫我小马就可以了。我们还会聚会一起聊大家来这里的原因，说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是怎么进来的，感觉自己进监狱了。你犯了什么法？我犯了不劳动法。大家来的原因也蛮离谱的，乔布斯跟老板意见不合，一怒之下把老板的发财树偷回家了。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职务侵占，纯侵占职务啊！明珠姐是遭遇了电信诈骗，她给骗子转了3万多。我说这为什么要开除你呢？她说那个走的是公司的借款。该呀姐。也有本来没有工作的巴菲特1号，之前他在家里全职炒股，后来为了骗家里人来这里付费炒股，天天赔钱，一天赔了4万多。我们为了安慰他，众筹分给了他1个亿。平时大家就聚在那个会议室里看电影，我们最爱看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感觉我们也挺像的。我觉得漫威这2年的电影越来越难看了，就是没拍对东西，你就拍我们呀，失业者联盟。别的英雄看到 BOSS 想打，我们看到 BOSS 都说啊，您这儿直聘嘛。看嗨了，甚至想回家边喝酒边看。那么有人会问了，喝的是什么酒呢？你们是懂喜剧的，肯定是国民白酒老村长，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让生活更开心。甭管能不能入职，我先来一个植入。我在那里待了1个月就走了，然后上周为了写段子又回去了。回去发现明珠、永浩都走了，巴菲特都只剩下1个了。巴菲特1号走得很不体面，是他老婆追到公司来了，他老婆以为他出轨了，说你怎么天天花这么多钱？那个女的叫什么 ？A 股。当时我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工位有点伤感，但又一想大家离开也挺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变动了，但也有可能是交不起50块钱了。
但我更希望是他们都找到新工作了。好，谢谢大家，我是鸡，这么健开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小雪。2楼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一个老北京的中年姐姐，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不讲我的中年啊，讲讲我年轻那会儿的事儿。我年轻那会儿啊，非常的洒脱。我去过3次的西藏，我登过珠峰大本营。我第1次进藏嘛，我为了快点儿，我是直接坐飞机去的。就好多人到西藏都有那种高原反应，我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后来掐人中才醒过来的。第2次我就有经验了，就是你别吸氧，就是你老吸氧，你的大脑就永远适应不了那个高原。我就是忍着，我是在西藏忍到了第3天，我就坐飞机回去了。第3次我就更有经验了，就是你不能再一个人去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陪我进西藏吧。我妈说我60多了，我是陪你进藏还是陪葬啊？我爸在那屋喊几点了还不给我弄饭，把我那啤酒给我拿来，我那半只袜子你给我找着了吗？我妈说走，咱们快点去西藏。第3次我跟你说还没出那个机场，我就又高原反应了。但这时候我妈非常的给力，一手拎着行李，一手架着我负重前行，还对我进行那种温暖的问候。我妈说缺了个得的，他妈在家伺候完老的，出来又伺候小的，我伺候你全家个腿儿啊！反正听着就是很温暖。在我妈的照顾下呢，很快我就恢复了。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西藏的藏师傅当司机，又成功拼到2个驴友。第1个驴友是一个大哥，很魁梧，一上车就跟我们说我要去珠峰，然后就倒下去了。第2个呢是一个大姐，很富态啊，特别热情，跟我们说啊，你们叫我胖大姐就行了啊。我呢这个显亲切，我也不跟你们客气，我是来穷游的。我呢也不跟你们吃饭 AA 了，你们点的菜呢我就尝1口。但是我的菜一上来，大姐就说啊，小雪我尝1口，我尝1口，我尝1口，我尝1口。我直说大姐你给我剩1口，剩1口，剩1口。更闹心的还在后头，就是我们有那么一段路啊，遇到泥石流了，就把路都给冲烂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藏师傅他是老司机，他换路，一换路很快我们就迷路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迷路就往回走嘛，对吧？很快我们车就陷泥里了。这种情况下你别慌，打电话求救援嘛。哎，一打电话我们发现我们所有人手机都没有信号了，我们误入无人区了。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慌了。真慌了，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车上那个驴友大哥非常的冷静，他说就你们这个几个女的呀，别怕，我罩着你们。说完大哥就又倒下去了。你看藏师傅看着我们这一车啊，老弱病残。藏师傅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说他要徒步回去找藏民来帮忙。我不信任他，我说您还回来吗？藏师傅说肯定回呀，命在这里。真的，我听到这话我非常的感动。我第1次这么急切希望一个男人快速回到我的身边。藏师傅也坚定地说，车就是我的命。等到第2天，藏师傅也没有回来，我就在无人区简单的走了走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一片荒芜，好多地儿都是那种动物的骸骨。还好有我妈陪我边上，对我进行了温暖的问候。我妈说缺了个得的。我说妈，你看多好，人生是旷野。我妈说这诓谁呢？诓你妈妈呢。我们当天还面临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车上的吃的已经不多了，供给严重不足。哎，这时候带着长辈就是好。我妈从包里啊拿出4块威化，我妈说这是我贡献出来的啊，咱们都不要动了，留到最后顶不住时再吃。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就连那胖大姐都坚定的跟我妈说，她说阿姨我顶不住了。当时就吃了一个。你看这叫什么？这叫贪婪的人先享受世界，而幻想公平的人都还在挨饿。等到
到了天黑，真的我紧张的望着窗外，因为我白天看了太多动物的骸骨，我怕呀，万一真有野兽来了怎么办？但是我也安慰我自己，我说你别怕，野兽来了，它肯定会先吃胖大姐。野兽不来，那我们就吃胖大姐。但开玩笑，开玩笑啊，就尝一口。我发现我妈这时候也静静地看着窗外，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您想什么呢？我妈说了这辈子她都没有说过的话，她说我想你爸了。等到第3天由天亮到天黑，藏师傅还没有回来，那一刻真的我觉得我完了。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刻啊，就觉得那一关自己真的熬不过去了，就这一关自己真的不行了？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突然从黑暗中亮起了一个光点，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光点亮起来了，藏师傅带着藏民们赶过来了。就我看到他们那一刻，真的我那种感觉就是，我都觉得我爱上他们了。我爱到什么程度？我想平等的嫁给每一个藏民。人家藏民们艰难的把我们救出来，1分钱都没要。你看，曾经我不信任的人是最终救我的人，而曾经我相信的人，就我车上那2个驴友。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车上那3个危患消失了。知道谁干的吗？胖大姐。认为大姐的举个手，我看一看。你看人心中的成见，是大哥。胖大姐告的状，说她想偷吃早就没有了。我当时特别的生气，我跟我妈说妈，你看这就是人性的自私。我妈说孩子别生气，妈包里还有30块威化。所以说人性是自私的，但是母爱它是伟大的。从无人区出来了以后，你们以为我就熬过来了？我跟你说，真正的生死劫才开始等着我。我要去哪儿啊？我要去珠峰啊！但是我们的车继续往上开，我发现我的脑袋越来越疼。那个海拔由4300、4500、4700，我2次高反了。我们马上要到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的时候，真的我整个人都起不来了。但是那时候我跟我自己说，小雪，你一定不能再倒下去了。你要再倒下去，一睁眼他妈又到机场了。我让我妈扶着我，我说咱继续往上走。这叫我妈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我都弱成这样了，我还在坚持往上走，就连周围的驴友都发出感叹，说哇真厉害，老太太真厉害。还有个人过来问我妈说，阿姨您扛一次多少钱？然后我就昏死过去了。是听后来的驴友说，是我妈给我扛回到大本营的帐篷里头，守候了我一宿，也问候了我一宿。好多驴友也劝我妈说，阿姨您别骂了，您家姑娘可能有一点点死了。但是等第2天早晨，帐篷里的驴友们都没有醒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睁眼的。就那时候我感觉身上哇太精神了。其实我的高反是在那一刻彻底熬过来了。我走到帐篷门口，正好一缕阳光打在我的身上，我身上都散发着那种金边。有个驴友看见了，赶紧叫我妈说，阿姨快点，您家姑娘可能要走了。恢复过来的我在海拔5200，我奔跑跳跃真的都没问题了。你谁能想到2天前我还在无人区，我生死绝望，如今我看雪山看冰川。我当不了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但是我能做青藏高原的学姐。珠峰之行到现在就一直教会给我一道理，就是坚持。你看我现在，我人到中年，我弄着2个孩子，我再苦再难，但我都坚持。我坚持把我妈带身边。我登顶不了珠峰了，但是我还继续在登我自己人生的山峰。真的，你们也一样，继续往上爬，啥都别怕。曾经你们认为的绝望，再回头都是风景。我是小雪。大家好，我是毛豆。大家好。大家好，我去年讲了一些我在自来水公司打击偷水的一些事儿嘛，好多人也成功的记住了怎么偷水。哎呦，成天有人问我技术细节，还有把磁铁装反了的，那水表都转成大风车了，拿自来水洗钱我。同事他们现在说出去收水费，2月收了这么多吸铁石，全是强磁的，放在包里，
中午坐地铁回公司等车呢，有个小孩就这么高，站他后边，他一上车给人眼镜吸走了。小孩说：“妈妈，我是不是瞎了？妈妈。”他在车上给老人让座，说：“大爷你来坐，大连地铁那个座啊是铁的。”他在那大爷来，大爷懵了，啥座啊？假动作啊！我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还在公司上班，最开始我以为请1周假就够，最后比了6轮。回到公司，领导挺好，没给我开除，但是给我换了个岗位，让我在大堂干前台接待。就我这个气质还接待，我这个气质都是干借贷的，真的。大堂都是行，大堂以胖为美嘛，大堂。这个活真的是不好干。我上班第1天，一个用户家里停水了，他站在门口就骂，半个小时没重样。我说这是给哪个 rapper 家水停了吗？这是。领导让我去解决一下，我就过去。他说你算什么东西？你从哪来的？我说我从大堂来的。他说你去取经去吧，你在这干啥？一顿给我骂呀。最后领导亲自来了，说小毛啊，你还是年轻，你看我的，不愧是领导。他上去咔咔2句话，大姐动手了。我说化玉帛为干戈。成天有人投诉，有些问题我也没办法，你说水质不好骂我，停水了骂我，联系师傅上门给他修好了，第2天又投诉，说维修师傅脚太臭。这拉眼，师傅回来我就说哥，有人投诉你脚臭，他说我脚不臭啊，就陷入僵局了，我又不能过去闻闻。我说真的，我能有什么办法？以后师傅来上班，我在门口端盆水，我说师傅洗脚。我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还有个大爷坐了2个小时公交车来交水费，下车发现没带水卡，就急眼了。我说那个用户，他说用什么户？你看你胖成这样，公司要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又坐2个小时车回去拿，回来我们都下班了，要我这个废物有什么用？我这个废物没告诉他，在网上就能交，不用拿水卡。有脾气不好的，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用户，真的非常奇怪。过来咨询说小伙啊，我这32块钱水费该交多少钱？我说32吧。他说小伙，我们家这个钢管是什么材质的？我说钢的吧。他说小伙，你们是自来水公司啊？我说对呀。你们这能不能交电费？我说交不了啊。干了2月，我感觉都被同化了，真的。我中午上食堂打菜，我说师傅，你这个葱爆羊肉是什么肉啊？师傅说啊，你怎么知道是合成肉的？我那时候刚参加完节目，还老被人认出来，跟我合影，跟我聊天。真的，像我这种真的在营业厅营业的艺人不多，真的。问我在公司干啥的，我也不好意思讲，我在这看门。我说我现在负责公司进出口的一些业务。有一次2、3个大姐在前面排队跟我照相，后边大爷满脸问号，说咱这交水费是必须先合影吗？不让直接交是不是？而且我那个前台啊，连台子都没有，只有个凳子。公司那个电话、座机都没地方放，我都得抱着。没办法，我是脱口秀演员嘛，不能让话掉地上。没桌子，我想写点稿都没地方放电脑，是吧？只能在大堂溜达。关键是我想到有梗的时候，我老笑出来，目光呆滞，站在大堂中间。那个保安大爷都害怕了，说他是不是能看见啥脏东西？写稿不算啥的呢。后来有几次我练习互动，站在大堂那儿，大哥你是自己来的吗？这个大哥呢？保安大爷彻底吓屁了，说小毛啊，你能不能给这几位用户先请出去呗？午休真的，午休我也没地方趴着，只能仰着睡。楼上有人点外卖，备注写放在前台就行，小哥就把奶茶放我肚子上了。有时候我一睁眼，那地上全都是奶茶、水果，真的。我小哥还在那打电话呢，说1楼没有前台啊，就供了个弥勒佛啊。而且我仰着睡啊，真的打呼噜很严重，我在那打呼噜还有回音，大堂还有回音嘛，声音特别大。经理就往我这打电话说一楼有怪声，你快去看看。我过去检查一圈，啥也没有啊，我又回去睡了。他又来个电话，我又去检查，又啥也没有。来回2、3遍，我都生气了，我又害怕又生气，真的。我就给我电话线拔了，继续睡。结果过了一会儿，那 rapper 大姐来了，她看我睡觉，直接上楼了，又和经理打了一顿。保安大爷说咱这确实不干净啊。第2天他烧了点香，果然脏东西没有了，他妈熏得我睡不着了。
挺吓人的，真的。我打呼噜还卡壳，我在最可怕，我有次在梦里梦着个笑话，你知不知道？我在睡出一种含笑九泉的感觉来。我调到这儿最开心的就是保安大爷，之前他是干前台的，现在他啥活没有，哎呦就舔领导，一见到领导说话就变成夹子了，哎呀领导回来了，你这成天太忙了，我看着都心疼啊。大爷他都不是绿茶，他又老又茶，他是普洱啊。职场上大爷玩明白了，他就舔经理，舔大领导，那组长班长让他干点活老费劲了。他说我不干又如何？你又能把我怎么地？前2天我看那个《我是歌手》，感觉又看见大爷了。他就说如何呢？又能怎？能怎？他天天闲着没事，成天刷那个短视频，研究风水，说公司风水有煞气，在每个办公室门口挂一块八卦镜，说避煞。我每天中午睡觉，那个八卦镜都从各个角度把阳光折射到我脸上，我在那躺在那印堂发光，还在那打呼噜。路过的同事都懵了，说毛豆是不是烧开了呀？他屋里还有这么大个水晶球啊，50块钱包邮的，放在窗台上，在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给他沙发点着了。我都没想到风水也这么燃。大爷身上全都是串儿，哎呦，菩提、橄榄、核桃、酸枣仁，感觉像把哪个松鼠的窝掏了。大爷进屋给外套一脱，我说大爷行啊，你还是5仁馅的呢。大爷，我告诉你，我这都是文物。我说行，告5仁。真的，大爷还有一块和田玉，那个绳特别长，都快挂到肚脐眼上了。第一次跟我显摆说小毛，我给你看个好东西，真的。我说大爷，你要想提裤子，你从下边提呗，真的。他天天拿着盘，问我，你看这包浆透不透？你看这个光泽透不透？天天盘，终于给那个玉的绳给磨断了。那天在我旁边掏出一根空绳来，我吓一跳。我说大爷，你这个玉越来越透了，我都看不着了，真的。我最后要辞职的时候，大爷还劝我说：“自来水忘我。”他说：“水呀就是财，自来水就是自来财。”我说：“怪不得这个别老仔脖子上喜欢挂玉牌。”我也想一边工作一边演出的，但有些演出确实推不掉，我就只能请病假。后来不知道谁给我们领导推了个效果小程序，他点开发现我上个月带病参加了47场演出。确实来裁了，亲自下来把我裁了。我其实无所谓啊，我说大爷说完了，你走了就得我干前台了。我说啊，如何呢？又能怎？谢谢大家，我是毛豆。来，掌声送给毛豆。谢谢。毛豆的观众，2楼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哈哈曹。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无理涛涛。我本来今年是把重心放在了说唱上面，原计划我这会儿应该在那边比半决赛了。哎呀，我接触说唱8年，做了30多首歌，第一次参加那个节目，获得的评价是隔行如隔山。我去年来录这个，他们也说我隔行如隔山。人心中的成见有2座大山在我这里。我一个说唱 homie 黄宇龙，他前几天看完黄子韬淘汰我的那个 cut，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一开始打算狠狠地嘲笑你一番 bro， 结果看了一半，我替你尴尬。我觉得我做兄弟的真是没有做到位，我当时真的应该拦着你不让你去的。我当时一听，我说我的 bro 真的好让我感动。结果他就把自己微信头像换成了黄子韬，现在每天早上问我想不想要链子。我被淘汰以后就回归家庭了嘛，最近就带小孩上早教班。现在他们早教班流行蒙特梭利教育法，蒙特梭利是一个意大利的教育学家。然后我当时那天突然好奇，我就想搜一下这个教育学家他孩子是个什么学历。因为我不知道意大利教育怎么样，反正我们中式教育是认这个的。你教育学家，那你孩子是耶鲁还是剑桥呢？我请问，我就搜了一下，
我发现他孩子没有上大学，一下我就觉得有点心疼钱了。我说这蒙特梭利教育法还不如李鸿辉教育法。李鸿辉是我的妈妈。他还是培养了一个3本大学生出来。我就觉得蒙特梭利教育法，他那个理念听上去就没气势，说什么让孩子自由自在的成长，孩子自己就会成才。我感觉他有点不想管，他就是。李鸿辉教育法就有气势的多。我娘每次教育我之前都会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生得你出，我就掐得你死，晓得不？”我小时候家里面最怕的人就是我妈妈，因为她会来真的。有一次我妈带着我练字，在一起的在字，她让我写10遍。当时一边在那写，一边在那磨磨唧唧。我还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这个在字像一个坦克车。”我妈妈一开始也耐着性子，她说：“哦哟，我们家宝宝真的好有想象力。”妈妈觉得也像一个坦克车。磨蹭了半个小时吧，我那10个在字还没写完，我妈就开始忍不了了，她对着我坦克。对我人都打懵了，他对我发起了闪电战。我感觉当年德国打波兰的时候，波兰跟我一个反应，我说怎么一下这么多坦克就过来了？真的，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我妈妈，她教会了我尊重女性。我一个男的，我平时也会逛虎扑嘛，它上面会给人评分，张伟丽评分一直都是9.8、9.9，杨笠就只有2点几。看着我娘从小就知道这个男的，你骂他没有用，你要打他才会服气。我现在就对我妈的教育非常的服气，我觉得她教得好，我觉得我妈这个就是因材施教。我是什么才？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那种才，这个有些道理我只能在眼泪中明白，你晓得吧？我小时候真的很调皮，有点讨打的。有一年我在宁乡，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外公外婆是养猪的，他们有一天出去打麻将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我就去找猪玩。我跑到那个猪栏屋，我冲过去，我先言语挑衅那个猪，我说你是猪。那个猪也没反应，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加大了我挑衅的力度，我拿了一根小棍棍，我就捅他鼻孔。我往那里一转呀，我就后悔了，我感觉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往那一转，那个猪喂的一下飞了出来。他一落地，我们一人一猪都愣了一下，他估计也没想到自己能跑出来。他跳出来以后就开始追杀我，我边哭边跑，边跑边哭，真的，哪怕到现在，我回想起当年被猪追的细节，我都觉得很害怕。冷知识，成年的猪是跑得比未成年人要快一些的。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那个猪干掉哦？哎，不能讲这个黑怕词汇了，不好意思。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这个猪干掉？首先，我想可能是我爆发了肾上腺素。再一个就是那个猪前面它一直趴在那里，它没动，它突然喂的一下飞出来的时候，大腿拉伤了。我用余光瞟它的时候，它追我的时候有点一瘸一拐的。真的朋友们，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好吧？这是我健身启蒙教练宁乡花猪告诉我的。我当时一边哭一边跑到了我外公外婆家的卧室里面，我把那门一关着，然后我感觉猪还在门口都堵着我，我赶紧一个电话恶人先告状打给我外公外婆，我说你们就是这么带小孩的是吧？天天就打的那点牌。玩，只晓得玩。我在这里，我都要被猪杀掉了。我外公外婆一听就很激动，就害怕嘛，就赶紧过来看看我。然后另外他的2个牌友也很感兴趣。我们宁乡人养了几千年的猪了，很少有猪要杀人的。他们想来开眼。到了现场，确实也是一片狼藉。我躲在卧室里面哭，那猪在外面，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拿筋膜枪在按摩那条拉伤的腿。外公外婆一进去就抱着我安慰我，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另外2个牌友作为旁观者，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
问了一个我差点就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问我，哎，这个猪栏屋离你这个卧室快有100多米远哦，哎，怎么那个猪就突然要过来杀你嘞？我说我不晓得，我刚刚在这里做作业做得蛮好。也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才明白，猪其实也是攻击性很强的动物。我原来一直都以为那个猪啊，就是被那个栅栏关在猪栏屋里面的，后面我才知道，它就是为了一口饭被关在那里。今年的录节目呀，我看到很多选手呀，都喜欢升华，我也想试一下，来升华。这怎么说？我希望啊。大家啊，没事的话呢，就不要拿东西捅别人鼻孔。谢谢大家，我好。大家好啊，我是二哥，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鼓掌的观众，我祝你们幸福。这就是2人转的开始了。对，没鼓掌呢，我也保你们平安。我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讲了消防员战友之间的感情啊，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爱情。我老婆跟我一样啊，东北人，我俩很合适啊。我身高1.8米，她也1.8米。哦。当时我俩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啊，那天我去晚了，他们都坐好了，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说你好。他们都叫我二哥，以后你可以叫我二哥。他说他叫盛雪，我说那我以后叫你小雪。噌一杆站起来，你以后叫我大盛。大盛是女子短跑运动员，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搏击和武术。我是一名消防员，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把大盛放在眼里，直到有年冬天在我老家干了次雪仗。我彻底被征服了，他打雪仗老厉害了，他竟然不用雪。完了，我跑也跑不过他，然后他一个扫堂腿把我放倒，骑在我的身上锁住我的喉，完了还问我你服不服？我回答不了。但是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大盛这个女人，我跟定她。因为我们消防员平时很少回家啊，家里大事小情都得交给另一半，所以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想找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大盛的动手能力很少让我失望，经常让我绝望。我记得有一次在网上我买了一个相框，想把自己家这个电表箱遮挡住，大盛给我发视频说二哥货到了，我说你等我休假回家我来安，这个东西它需要电钻。他说对呀，大锤属实不好用啊。然后镜头一转，我看墙皮都扫掉了，我忍不住就笑了。大盛怒了，我害怕了，因为这个表情打雪仗的时候我见过啊。我连忙说没有事儿，你整点乳胶漆、腻子粉和点水啊，你等我回去刮个大白就好了，很简单。大盛听进去了，晚上就给我发信息说二哥，乳胶漆、腻子粉和水的比例是多少？那天晚上我格外的想家。第二天早起我给大盛打电话，我说大盛啊，大白刮的怎么样？刮不好没有事儿，大不了咱们重新装修。他说二哥，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大盛小我7岁啊，一般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我照顾他啊，这是应该的。他一直想找机会回报我，功夫不负有心人。有次发生了意外，我右膝前交叉韧带断了。啊！我做完手术推到病床，当时麻药劲儿没过。大盛对我很好，帮我洗脚，还帮我剪脚指甲。我俩当时有说有笑。我躺着看着医院那个天棚，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他没有动静。我猛地起身一看，满地沾满血的棉花球。我看着流着血的大拇脚趾头，我仿佛又回到了手术现场。哎，我看着就疼。大盛拿着棉花球搁那。二哥，对不起，对不起，咱是爷们儿啊！我马上起身，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另一只脚先别剪了。后来回家养病，
天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全是他自己喜欢吃的。那天要给我炸油炸糕，早晨4点半起来和面。我说大圣，你应该注意休息。他说二哥，我不需要。我说病人更需要休息啊。然后他让我帮他测测油温，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困难呐，我拄着我那个拐，我好不容易来到锅跟前，大圣趴我后面拿着油炸糕，迫不及待，很可爱啊，小鸟大鸟依人那个样子啊。我手往油锅上一放，他说二哥好了吗？我说没好，你等等啊。我又一放，他说好了吗？我说好了。没等我说等等，油炸糕就飞过来了。我看油炸糕掉油锅那一刹那，我绝望了。那是夏天呢，我就穿条裤衩。我想跑是跑不了了，我猛地一个转身，我把这条残腿抬起来了。我让它全方位挡住油锅。我想有什么苦难就可我这条腿造吧。当时烫了4个大包，还有油炸糕大了。我干14年消防员，我没被烫过。大圣拿着棉花球，二哥，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我看他那可怜样，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怪二哥自己没有穿工作服。后来他又建议给我理发，我想这个建议让我感觉到害怕了。工具买得很齐全，圆规卷尺他都买，但他捎带买了瓶碘伏，这就很人性化。我喜欢大圣哪一点？做事情雷厉风行。我刚坐凳子上，头还没有摆正呢，歘一推子从后面就干过来了。我看着镜子，我说大圣啊，我感觉有点短。他说二哥，你就感觉短吗？你不感觉疼吗？说完拿着棉花球就过来了。二哥，我说大圣，你收了你的神通吗？从现在开始能不能不说对不起？他说好，二哥，我现在不说，那我推完一起说。后来我战友来我家看我啊，我们战友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的单纯。他说来看我，就单纯来看我。一进屋啊，跟我探讨病情，指着我这条腿，说老二是这条腿吗？我说对呀。他说你这条腿怎么还有4个大包呢？哎，我你大拇脚趾头咋地了？我一低头，我说哎，我不想说。哎，我你头咋地了？他说你在家执行任务了。不行，给我回字吧，都得安全呐。后来送走我战友，我记得有一天我过生日啊，大圣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台轮椅，要推我下楼遛弯。那天晚上我戴着口罩，穿着睡衣，他就推我下去，一边推我自己还发感慨，说二哥，以后咱俩在一起的路上有什么磕磕绊绊，我都陪你走过。我说那你现在能不能给我找条好路？后来来到一个陡坡，他突然停住了，我以为他要换条路，后来他让我握住。这个时候拿棉花球那个景象在我脑海里就历历在目了。我出于本能反应，我歘从轮椅上我就站起来，我说我现在感觉好了，要不我推你吧。我就这么样推着他，你知道路过一个阿姨，看见以后很兴奋很惊讶，对，这病就得这么练。指着我对象说，小姑娘，你爸是不是脑血栓？然后我跟大圣当时回去的路上，大圣突然跟我说二哥对不起，你看我给你整了一身伤。我说你说啥对不起？这是伤吗？这不是咱俩爱情的军功章吗？谢谢大家。各位好，我是小齐。我们这组他们分别起名叫做4大天王，我挺虚的，因为他们都是什么大王太子，就我一个庶民。当哈哈曹说啊，在大王和太子旁边是太监。我当时想，我说你新说唱没见你这么有旁吃赖啊。但我一个新人，我能说什么？我说啊，这确实是还是一个平民演员啊，出去经常会演出的时候住一些廉价酒店，跟一些不熟的演员拼房。我说我最怕一种酒店设计，就能把卫生间都做成玻璃的。我怎么发现的呢？那我正躺床上刷那种正常视频呢，就那种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视频。一抬头，看着不良穿搭了，大哥有点怕了，因为我俩四目相对，我还带着我看美女的笑容。
我当时就很疑惑，我问那个店员，我说为什么这么设计？然后他告诉我答案，我都没听懂。他说为了让你洗澡的时候仍然能看到你的财物。我住的是廉价酒店，觉得我这种穷人只要财物不要尊严。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看到了保护不了，是最难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我洗澡的时候我保护不了任何东西，我只能保护我的隐私。他把我隐私拿走了，你说怎么保护？正洗着呢，一个小偷把我包拿走了。问题来了，追不追？我就这种穷人的经典困境，就是钱跟脸，你只能要一个。我追的话，不能把它擦干了，然后穿好衣服，然后爽肤水。小偷出国了。我也不可能直接追，对吧？正常人肯定说围个浴巾，然后赶紧跑出去追了。朋友们，你们见到这个画面，你觉得应该抓他还是抓我？你不会觉得前面有个偷包贼的，你会觉得这个暴露狂啊，快追上他了，然后等着对着他。但编剧说我这个段子说的不对，说如果我在洗澡的时候进了一个小偷，说我可以直接跟他搏斗。我说是赤膊的膊吗？我这么就搏斗了，我弱点也太多了吧。我打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防守，而且要打沐浴露的时候他进来完了，太滑了，我都不希望有人救我，怎么救我？我正搏斗呢，说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怎么了？哦，我觉得小偷都会生气说，我只是劫财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典困境，就很多情况下，而且就你放弃了脸，可能钱就来了。因为我们住那个酒店，第二天我就要去寺庙参观一下，我们同行大哥非要领我去，发现寺庙我俩也逛不明白。我第一次逛，我以为会很古朴，但没想到现在寺庙已经企业化、商业化了，显得我特别土。就原本上山有柏油马路，但不让进车，然后我特别难，因为我要扛着1.8米的高香。我同行大哥非要买，说什么咱上香必须最高最粗的那个，佛祖办事就先办咱的。我当时想跑这跟佛祖人情世故来了，佛祖收香的时候还在那，下不为例，给菩萨的，给菩萨的。我就没有必要，你知道吗？而且上山真的要50分钟，我没办法。我问那个管理员，我说不让进车，我们那个香怎么办？他跟我说那话，我感觉他研究过佛法，因为那个话能应对世间一切的挫折。他说：“你得扛着呀。”哇，这话悬呐！他不说，我以为我得骑着呢。香屁股一点蹭，我就上山了。我扛不住嘛。5一期间，人山人海，我跟我朋友2个大傻子扛着1.8米的高香爬山，我俩都没法回头呢。回头就10个人下山了。他就这么高，而且我正爬特别累的时候，我看一个车队上去了，你知道？我说不让进车吗？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上面人家内部停车场，高僧的车上下班可以正常。我说不众生平等吗？而且这个规矩后来有的，我觉得最开始没有这个规矩，肯定是哪个高僧你要上班的时候堵车了，路怒了才有这个规矩。这我真想象不到高僧怎么路怒。我这肯定是那种什么，我阿弥陀佛的，会开车吗？个大施主，超度你，扛着上山50分钟，我到山顶上发现给我累坏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古色古香，朱红色的大门旁边6个大字。外来香火莫入。
我感觉我像个舔狗，你知道吗？而且进去之后，那寺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在功德箱有个特别大的功德箱，在佛像面前，功德箱上有个硕大的收款码。我说老板好厉害呀，他能替佛祖收功德，他不会扣佛祖手续费吧？我觉得他做到了众生平等，谁来都2/1000，不管你是谁，你知道吗？所有人往里积德，他按月往外拿。门口还有人劝捐，说施主行善积德，积累佛缘，但我没敢给。虽然他着装规范，但是发型不符合规定。别说戒疤了，他还有刘海儿。而且更震惊的在后面呢，皮卡开进寺庙里了，下来2个和尚端着这个功德箱往皮卡后兜里开始倒钱。我当时很震撼，我不是那种较真儿的人，但是你备点人吧。我对他们的行业评价跟我们行业评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在乎真假，但是你别穿帮啊！你不穿帮的时候，我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不能讲脱口秀讲到一半说，其实我刚才骗你们的啊，我可以光着追小偷。你不穿帮，我还以为那个功德箱里面是个黑洞呢，钱放进去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但他说完，我就开始怀疑一切，我怀疑这个寺庙已经上市了，我怀疑方丈穿的袈裟是巴黎式袈裟，我都怀疑。我一扫那个码，佛祖身后响起声音说：“佛祖账户收款2元。”后来爆出来，他们确实是个假寺庙，他们在非法普度众生。谢谢各位，我是小齐。来，小 ，Hello， 大家好，我是瑞。我们平时会去各地演出嘛，到那种老同学在的城市，就难免要聚一聚，听他们教我怎么讲脱口秀。229下肚，他们真安慰你呀、说瑞哥。你今年不就是没上节目，你愁啥呀？我就觉得你好笑，你比赵本山好笑。你早晚也能上春晚。我说我上过了。这话你不想听也走不了。我说我要赶7点的飞机，他们说那你正好别睡了。上飞机再睡呗。感觉就算我说我早起要高考，他们也会说正好别去了。你们明星不可以去定向委培吗？关键他说让我上飞机睡，那是一个你想休息就能休息的地儿吗？你说你去机场睡一会儿吧，大机场的登机口又特别远，就浦东机场那个 H 口，通道比我命还长啊！我不知道为啥，我每次都到机场了，想去那个 H 口还要坐一段地铁啊！我心想，我不是坐地铁来的吗？你们修地铁的时候就差这一段？你要修到沈阳，我就不坐你飞机了吗？你说到登机口睡吧，碰到延误更是一点也不敢睡呀、他们就一点点给你延。我最严重的一次延误了8小时，当时是从北京飞河北。我坐机场里都气炸了，我说早知道我少个共享单车都到了呀。8小时，蹬快点，哥们儿回来了。这么近那么美，蹬车去河北。而且我觉得他们解决延误的方案也特别不合理，就是让你去买那个延误险。凭啥你迟到了这么长时间，我想赔俩钱还得先花钱买你这个保险哈？哎，按照你这个逻辑讲啊，以后我上班迟到了，老板不应该扣我钱呢？他得先去买保险吗？
下雨天我们还不理赔他，阴天起不来属于不可抗力嘛。我现在坐飞机就会报复性的买这个延误险，我精打细算过，按照国内飞机晚点这个比例啊，这就不是一个保险，这不就是理财吗？咱买啥玩意儿，它能20块钱，40%的概率变成200啊？就光这赔率，联航应该是目前最有良心的线上博彩。他要不是限额只让我买20块钱呢，我想把我工资都压上，咱就 all in 这个上海到深圳的 MN7386。这是真生气了。两边梅雨季一来就数钱吧。机场里没有对延误的失落啊，大家对着窗外就唱啊，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你上了飞机更没法休息了，飞机上就没准备让你睡觉啊，就他们会给你准备一个小桌板，然后再派一堆空乘盯着你不让你用。给你放一个遮光板，你一睡着就打开它。我有次好不容易睡着了啊，空乘遮光板给我打开啊，蹲下来问我：“先生，需不需要眼罩？”我看着窗外那个光啊，气得说不出话呀，就感觉心里这个草字头突然开始光合作用了。哎呦，不懂为啥一定不让我用这个遮光板啊？我就去网上查他们的官方声明嘛。我觉得理由不是很能说服我呀，说是为了让我在空中能随时看到引擎，判断是否异常，然后决定要不要逃生。是不是有点过于相信我这个逃生能力了？我要真有这水平的话，你飞机也多余着陆这一下啊！你就在天上按站点停呗。机长一边开飞机一边喊：“上海要到了，没有下单。”我一看快到咱家小区了，我就逃生吧。小降落伞就是悲伤。我说机长师傅，哎，你看到下面那个红绿灯没有？麻烦在那儿给我停一脚呗。但我觉得这件事更荒诞的一点啊，是那帮坐头等舱的人，他们的座椅被安排到了飞机翅膀前面。哎，这帮最应该惜命的人，打开遮光板也看不到引擎异常啊。不是你们命更贵，不应该自己多盯着点吗？啊，全指着我呢。当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也不敢当着空乘面说，因为他们的规矩都在保护我们嘛。我感觉他看到我睡成那个死样子后，心里边肯定也有草字头，很可能嘴上说的是先生，需不需要眼罩？但心里边想的都是让你打开遮光板，你不打开，你叉叉。下面吹，谢谢们。哎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啊，马上就要到暑期了，是，很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想去旅自由。哎呀，马上就要登机了，开心啊！欢迎登机，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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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登机。哦，我们这边是贵宾通道，稍微等一下啊。欢迎登机，好，欢迎登机，好，可以起飞了。等一下，我没上去嘞。哎，你不能飞机全是贵宾吧？我也想成为贵宾。哦，想成为贵宾？对，不是贵宾犬，晓得吧？这。神经病啊！你是？我想成为 VIP 哦， ，VIP 一个人包了机了。
你还想一个人包机了？对对对，就一个人体验飞机。我一个人。 OK， 欢迎谭先生登机。好，你好，你好，这边是您的座位。好的，帮您把行李放上去。好嘞，包也放上去，把礼也放上去。我不上去，我不上去啊！我在这里蛮好，我不上去躺板板，好不好？好。谭先生你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会在待会儿的安全演示以后开始起飞。好的，请您稍作等待。没问题。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如遇什么紧急情况，您的左手会拖了一枚氧气面罩，您的救生衣在您座椅的正下方。Ladies and gentlemen， 在你的左手边。在我的左手边有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口音啊？双语，为什么这2个我都听得懂？是为什么呢？我不晓得，可能有国际友人。没必要，我的包机对说中文就可以了。哦，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是一则飞机广播。美团闪购30分钟送达下一代购物方式。哎呀，还是个商务舱呢。谭先生，欢迎登机。好，就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请您不要慌张，请您做好安全逃生姿势。蛮虔诚的在这里啊。哪里安全了？双手抱头，好不好？更加丑了，知道吧？随便，快点起飞吧。请您稍微等待一下，因为您是包机，还是要介绍一下本次的机组成员。没问题。我是本次的乘务长，这位是 Cherry Pili。Cherry Pili 是本周的接榜歌手。你有毛病吧？接榜歌手，接榜歌手来我这飞机干什么？不是，他是接榜歌手，他是那个歌手。歌手谁不是明星呢？啊，我知道他是下去，晓得吧？没有，他是有下去，我包机了。sorry， 他don't like you。get out。安全带要系好哦，马上就要起飞了，稍作等待。你坐我旁边吗？对，我们这是个廉价航空。自己说自己是廉价航空还蛮好笑的嘞，你的。稍作等待，马上起飞了。好。可以起飞了。等一下，我在头等舱还是在经济舱啊？驾驶舱啊？谁在驾驶舱了，大哥呀？太吓人了吧这！你不是乘务长吗？我也是本次的机长，因为我们这个人员机组比较紧张，你不要害怕，好吧？稍作等待。呼叫塔台，这里是 CS38664航班，有信号吗？好的，好的，没信号。没信号在跟谁讲了，大哥？怎么没信号的，大哥？现在有信号了。你别现在有信号，要一直有信号。有信号。好，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可以起飞了。对，我们现在位于国道上面。在国道上面啊？怎么上高速啊？在跑道上面啊？现在位于跑道上面，可以起飞了。等一下，塔台，我问一下，我的飞机右前方有一个人戴着帽子，穿着个反光的马甲，拿着个红蓝的棒子，他是要查我酒驾不？查你什么酒驾了，大哥呀？那是个地勤，喊你飞了，随时飞了，飞了。好的，5、4，发射火箭在这里啊！1哆来咪干嘛？开飞机，开呀，开嗓干什么？在这里唱什么？我不唱的话飞不起来了。这是个升空飞机。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飞机的左右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就是飞行的高低取决于你发出的声音高与低来控制。这是什么鬼设计的，大哥呀？它是这么设计。飞了好高了，现在2米，2米不还是在国道上面呀，大哥呀？别怕，我们有降落伞了。降落伞有什么用啊？2米要什么降落伞了？多远了？看见这个学生背着书包跳下去了，晓得吧？你不要着急，别着急，你飞行怎么平时怎么飞的嘛？平时不是我飞的，谁负责飞嘛？Cherry Pili飞的。你的接榜歌手负责你飞行的高度的呀，那不然我喊他过来干嘛的？没有这么搞的吗？你把他赶走了，怎么飞嘛？现在反正我唱不上去了。要不你试一下？我不是飞不起来，你没办法，那就飞1米，那就别飞了，那就大不了。我飞，哎呀，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一点，稳一点，有点抖，要稳一点。高，可以，飞起来没？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啊！可以，你这飞机没我都飞不起来，吓死个人了，知道吧？是。你刚才真的相信了？你什么意思了？你是？你要干嘛？你到底要他你到底是怎么飞的？你说他可以通过声调来飞。你要实在唱不上去，我拉个摇杆。你直接拉摇杆会死啊！在这里我不是想让你放手放在上面，自动驾驶了。我只要负责起飞跟降落就可以。现在自动驾驶了是吧？放轻松一点，吓死了。风景这么好，放松一点嘛。我问你一下，
我包机了，包机，就飞机上面就我们2个人。2个人。哎，那我可以。我晓得。哎，你先给我演慢才吧。眨眼了，大哥呀！我想来一根那个。抽烟了。哎，想在飞机上面抽烟。那专辑肯定不一样，那抽的是你负责不？你说不能抽嘛？你不抽不？你没点常识是为什么？我以为专辑不一样。憋一会儿下去再抽。好，飞机上能抽烟。等一下到点了，给你发飞机餐了。我不饿了。我饿了。你发。来，腿收一收。2个人推什么餐推过来了？你看你吃什么？有什么呢？有一个中式的，还有一个西式的。中式的是牛肉饭，西式呢 beef rice。没得选了，大哥呀，随便喽，随便是吧？随便喽。好了，起明火啊，在这里啊！你疯了是吧？现炒啊！你不如让我在这里抽根烟算了，晓得吧？不吃了，不饿是吧？我不敢，晓得吧？哦，我以为你推个餐车，推个灶台过来了，在这里啊。哦，哎，我想起个事情。什么事？你上飞机之前，我是不是没给你做安检的？老子都飞到平流层开始做安检了，那总比不做好嘛。你刚刚起明火都没事了，大哥呀。那我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呢？我那个要例行检查。查。行李箱在哪里？这是行李箱是吗？密码锁啊？对，我猜一下。我告诉你快一些好不好啊？3个3。哦，1 2 3，1 2 3。哦，东西蛮多。我问一下，就万一查出那种不能带的怎么办呢？丢掉。丢掉啊？要不然留在飞机上出事你负责不？短袖，拖鞋，袜子。哎，你平时不穿裤子？你不穿裤子，晓得吧？没事不穿，你不能没找到裤子，就是我没穿裤子，晓得吧？有裤子了在这里。裤子我就说，火柴。这个我可能忘记了，放在口子里面。哎呀，那丢了，要帮你把衣服丢掉啊！哎，丢错了，晓得吧？丢火柴了，谁丢衣服了？那个丢反了，知道吧？丢火柴，点燃了丢啊！干什么？烧起来了，这个烧起来，谁烧起来了？你这是？你快点喽！快，灭一下！哎呀，更烧了，晓得吧？在这里你这个火平常水是灭不了的，快灭它，晓得吧？不用搞了，烧干净了。没事，几件短袖嘛。几件短袖没事，但你又用不到你的。谁用不到了啊？我去三亚，我不穿短袖，穿什么了？你去哪里啊？三亚。你不是去冰岛吗？谁去冰岛了，大哥？我去三亚。我导航的。我去三亚。没事啊，反正都是出来玩嘛。没事，你要搞清楚出来玩的目的。对啊，重要的事情是沿途的风景，重要的事情不是最后的目的地。目的地肯定重要了啊！我去三亚，你把我拖到冰岛，我带的全是点短袖，还全给我烧了。这里还有2根火柴呢。火柴有什么用了，大哥啊？冰岛的，我有几件短袖比火柴有用的多吧？那你非要去三亚？什么叫我非要去？我本来就要去的，知道吧？好，真的是干什么了？给你加个途径点不？开滴滴专车啊，在这里啊，加途径点，你想办法。还有一个办法，什么？那就是我手动驾驶，给你开过去。你能开不？脱离自动驾驶。当然我是机长了，坐好点，别挡着我看后视镜。飞机上面哪来的后视镜了呢？我跟你说清楚。哎，什么呢？干嘛？有点借我一下。好，给了。你近视啊？你近视怎么不戴眼镜呢？我戴眼镜不好看。这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吧？这不安全了的。我跟你说清楚我们现在会偏离自己的航线待会可能会碰到其他的飞机，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别讲了，我们飞过来了，晓得吧？隔得好近了哈，比翼双飞了，在这里，快！这怎么办啊？我这怎么办？你慌什么嘛？我好，你别慌了，没事，你别急，没事。我跟你说。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匀速前进不要左摇右晃。这种情况撞下来是他的全责。飞机了，哥哥啊，碰一下就没了，你把我命当命搞了，好不好啊？晓得。快点避一下，往左边避。避，这么难拉吗？慢点，没事，别急，快点，伸懒呀，在这里快拉。好。喂，什么？先去湖南？凭什么啦？我去啊？我不去。好了，谁去湖南了？我已经落地了。就落地了。可以，我晓得了。我不落地了。
好了，那怎么了？我为什么去胡呢？是那怪谁呢？怪我吗？那还不是怪你，非要上飞机之前把那个什么叉瑞霹雳改下去。怎么了？好了，他才跟我说什么？我是本周的接榜歌手。神经病！哎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碧。感谢，二楼朋友你们好。哎，好，特别开心。显而易见是吧？我是我们队的灵魂人物是吧？这个队里如果没有我们就只能叫5条人了是吧？还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胳膊呢是小时候一次意外啊，高压电啊，咱放松一点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是吧？今天刚接到节目组邀请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果然呢，残疾证是通往节目的绿卡吗？这队呢是组队一战，实话讲啊，我刚才选人的时候还挺孤单，因为今年这个赛道只有我自己，少了很多的乐趣。然后呢，后来找了2个看起来相对正常人组了队。组完队之后，我们要起名字嘛，他们想了半天，一开始说队伍名要叫“好汉2个半”，我觉得不太准确，我说我好歹也算3/4吧。后来是我想的5条人。5条手，他俩当时笑得比你们还开心，是吧？果然呢，我说吧，太有人性的跟我当不了朋友，是吧？我觉得真的冲我们这个名字已经赢一半了啊！我甚至觉得有点胜之不武。算了，索性我就当让他们一只手，是吧？前几天跟一个已经淘汰的朋友聊天，他越聊越激动，看着我的袖子，突然来了一句：“还是你这玩意儿好使啊！”我说你要是那么羡慕，你也可以来我们赛道嘛。这轮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啊，我大概是小时候5岁的时候吧，经历了一场意外。当时其实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困境，就是我要在不到1年的时间啊，学会写字，才能顺利的上学前班。但其实我出事之前呢，其实右手早就会写字了，写的还挺好。你现在还要重新学，心里很难接受。那早知道垫左手了。左手写字确实不太容易，尤其是写铅笔字，写完那个字迹呢，会被左手这个手掌呢涂抹一下，写完你看那个字吧，有点像那个渐变艺术字。我妈就哄我呀，说没事咱想办法啊，咱可以从右往左，从上往下写嘛，这古人都那么写嘛。我就感觉自己生不逢时，你这要是生在了古代，不止写字方便，还没有高压电呢。当时其实岁数小啊，没有耐心，练不下去，经常是练一会儿吧就哭啊就闹啊。我妈想办法哄我，就给我塞一块糖。哎呀，咋说呢？左手越练越灵活啊，身材越练越饱满。别人以为我练成左手呢靠的是毅力，其实靠的就是条件反射。之前我还跟我妈聊过，我说哎，那个时候你跟谁学的？挺有招啊。我妈说可不嘛，我看那电视里边警犬都是这么训练的，是吧？可能也是那个时候我妈把我训练的太好了。很快啊，就是很多人都能自理了，也没有觉得自己呢跟身边人有什么不同。上了学也是很快跟同学打成一片，挨过打也打过别人。其实那个时候啊，小孩呢岁数小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想法，心思很单纯，也没人觉得我是弱势群体啊。我呢虽然是拳脚上吃亏，但是体格上占优啊。你毕竟那么多年的糖不是白吃的嘛。但是呢，甭管我跟谁打架，我看起来都像是那个受害方。有时候即使是我打赢了，老师过来也得训斥对方，说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欺负人家雪冰呢？啊，同学也懵了，说对呀，怎么才能欺负雪冰呢？小时候就是比较胖啊，然后不擅长体育活动，有点自闭。然后我妈就鼓励我说不用怕，都跟同学一起玩，咱啥也不差。我听进去了，跟同学一起踢足球。他们问我想踢什么位置，我说随便。他们让我当守门员。啊，我守门啊，跟那个空城计的原理差不多，主要是拼气势。啊，对面球员看见我都这眼神里充满了困惑，说从来没见过守门员这么嚣张啊！你看他往那一站，还单手插兜呢。实话讲，我其实心里也慌，没办法呀，我就赌一次，我就赌我家后卫啊不会让这个球进入禁区，我还赌对方球员吧有道德，他不好意思踢我右路。
但是我没料到的是吧，就我家后卫也想看看我是咋守门的。那小孩踢球哪有道德呀？那天比赛很精彩，咋说呢？40-0，有一半还是乌龙球呢。那些年真的，我妈妈一边是鼓励我要勇敢自信，哎，又一边默默地保护着我。每到过年过节啊，就偷偷给老师呢送礼，让老师多关照我，然后还会给一些同学呢买零食，让他们带着我一起玩。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也不过是我妈替我默默行贿嘛。其实啊，我敢站在台上讲脱口秀，也得感谢我母亲啊。之前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嘛，我妈鼓励我参加，我不敢呐，也不会演讲。我妈说不用怕，那玩意儿简单，就像咱家过年嘛，酒桌上订个祝酒词一样啊，主要是气势。我教你。她一句一字教我，哎呀，不止教会了我自信，还教会了我错别字跟大舌头。她这么教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阳圆缺，此事古难全。比赛那天啊，我站在全校那个大礼堂上，面对着全校的师生，还是紧张了。我说今天给大家朗诵一首苏东坡的词，水哥掉头。那是我第一次炸场啊，虽然输了比赛，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欢乐，感谢水哥。我其实也是后来才知道啊，其实在我刚出意外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啊，我妈也差点放弃希望。有一次啊，她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家，然后走着走着吧，突然就哭了，然后带着我吧就走向那个火车轨道。我当时其实岁数小，但是马上也发现了我母亲的意图，吓得我当时就喊出来那句名言，我说妈，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啊。开玩笑。其实当时具体说了啥呢，我俩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据他回忆啊，确实是我当时的安慰呢，让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那年5岁的我在铁道边获得了新生，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铁生。现在啊，母亲已经退休了，哎，她虽然已经知道我能够自力更生了，但是还是不放心，一直在偷偷给我攒钱，总说啊，等一天科技进步了，给我装一只那种特别高科技的假手，哎，假肢嘛，就像是科幻电影里那种。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说妈，那倒也不用，你毕竟吧，我讲脱口秀，这玩意儿好使。如果有一天啊，真的装上那种假肢呢，哎呀，我只想给你一个完整的拥抱。感谢大家，我是雪冰。大家好，我是小快。我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原生家庭幸福，没上过班，还有点小钱。就你们这个反应就能知道，我这个条件是很难在这个比赛中突破第1轮的。因为脱口秀比赛讲究的是幸福者淘汰啊。直到去年开了家俱乐部，叱咤商海，今年已经走到第3轮了。俱乐部是我跟徐志胜一块儿开的，开业前我们俩还做过风险评估，当时我们俩认为最大的风险就是面临巨额的收入，人性经不住考验啊，财务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俩运筹帷幄，提前布局，毅然决定在没有任何财务进账时先招一个财务。他还提醒我千万不要怕花钱，一定要招最好的财务，所以我发聘那个职位时直接就选了财务的最高级别。财务总监。面试那天来了一个大姐，非常的专业，穿了一身职业套装，我穿的也是职业套装，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衣。她进门说：“你好，我叫丽丽，来面试财务总监。”我说：“你好，我叫小快，首席执行官。”当时她的眼神都变了，开始上下打量我的湖人队球衣。我说：“怎么，你是勇士队球迷吗？”他说：“不是，我从来都不看足球。”他说：“我就是从来没见过首席执行官穿得这么随便，有点不太适应。”说实话，我当时是有点心疼他的。我说：“你慢慢适应，职场也是可以有穿衣自由的。”他说：“好。”当时他和你们一样，在等我接着往下说。
但我是第一次给别人面试，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幸亏想到面试嘛，就是通过问问题加深双方的了解，这在脱口秀里叫互动。所以我张嘴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来的吗？”给他吓了一跳，说你要干嘛？我说您别紧张，职业病犯了。这时我意识到不能再互动了，互动的越多，暴露的越多。我天生就是当老板的料，懂得把问题抛给员工。我说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问我。朋友们，我说脱口秀已经8年了，这个行业里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结果丽丽一个问题就把我干懵了。她说：“请问贵司的组织架构是什么？”不是我跟你们吹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组织架构这个词，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们是一个脱口秀组织啊，主要的架构是铺垫和梗。有时候为了上节目也会加一些犀利的观点，咱最终都会以强行升华收尾啊。丽丽听了以后说了职场人懒得争辩时最常说的2个字：行吧。接着又问了我第2个问题：公司财务团队现在有多少个人？公司财务团队有多少个人？公司总共就2个人，都很难说得上是团队，只能说是一对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时刻啊，就是你知道答案，但是你说不出口。我只能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说，我们还是一个初创团队。丽丽的职场经验确实丰富，一下就把我看透了。也就是公司现在还不到50个人，对吧？我说确实是没有那么臃肿啊。当时我就觉得这些大厂出来的人吧，认知还是有待降低啊。接着他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不是说回答不上来啊，我是压根儿听不懂题。他问我什么融资策略是什么，资产负债表跟谁对接，现金流管理流程是什么。当时那个场面怎么说呢，显得我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因为他没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同一个回答：初创团队，初创团队，初创团队。老板嘴中的初创团队就是员工嘴中的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后来他也着急了，说：“那您招我进来到底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这个工作说得非常复杂，来显示自己的专业。我说：“你要统计每场演出的票房，你要发放每一个员工的工资，你知道不知道？”他说：“就是做账呗。”被我抓到漏洞了。我说：“什么做账？这叫记账。”接着他说了一句完全超出我认知的话，他说：“记账是会计的活，和我财务总监没有关系。”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是要骗我了，因为上一次听到这种句式还是文章是鲁迅写的，和我周树人没有关系。接着他非常不解地问我说：“你这点活招一个会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招一个财务总监呢？”我就跟他捋了一下我的逻辑，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财务就是会计更体面的一种说法啊，就像设计师是美工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就像脱口秀男演员是歪瓜裂枣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啊。招最多呀！为什么招一个财务总监呢？你们去过理发店都知道啊。这个总监就是能力最强的，我倒是想招一个财务店长，没有这个选项啊。丽丽听完了我的解释以后，对我的工作能力表示了极大的认可，说：“你可真幽默。”接着她跟我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会计、财务总监的区别。我当时就想，哎呦，她懂得可真多呀，这个人我要定了。我问她：“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开花脱口秀？”丽丽说了一句求职者很少在面试时主动说的话：“今天先到这儿吧。”啊。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给你通知啊。他走之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终于让我挽回了点颜面。我特别顺利的答了出来。他说：“厕所在哪边？”我说：“你出门右拐就行了啊。”
丽丽走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取消了后边6个财务总监的面试，然后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复盘。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备受屈辱，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丽丽，也教会了我很多知识，让我很快就用1半的预算招到了财务总监。我先招了一个会计，然后称他为财务总监。我后来经常给其他的朋友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体现了我在挫折中成长的人物弧光。直到有一天，一个做财务的朋友跟我说：“以你们开花的规模，应该找的是代理记账，3500就够了。”我说那也没差太多呀，我也只给我们财务开了5000一个月。其实我开的是8000，我只是不想承认作为资本家，我是被剥削的那一个。这个财务的朋友说3500是年薪。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确实不是那种精打细算型的老板，我是苏格拉底型的老板，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我知道讲这个段子显得我这个人非常的愚蠢，但是承认自己的愚蠢不丢人，毕竟我们是初创团队，还可以学啊！谢谢大家，我是小快。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吗？哎，2楼的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是这样，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还挺崇拜知识的人，我有知识崇拜，因为我很爱看书了，我只是看不进去而已，这是我唯一的。我现在看书什么呢？就是文字它只能在我的视网膜上成像，但它无法渗透进去。我发现我的眼睛防字儿，它是那种教科书级别的防字儿，因为它只防教科书。他是那种我在门口跟保安一样啊，瓦尔登湖，这湖灯味儿太重。局外人，这个局你也是外人。小某书，贵宾一位。看不进去，进去了也记不住，因为现在年龄变大，脑子开始变光滑了。我现在看书属于是无痕浏览模式。每次打开书，我跟书里的角色有一样的疑惑，我们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对知识吸收率太低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有这个知识不耐受，你知道吗？就跟乳糖不耐受一样，就是对于知识你可以摄入，但你无法吸收，你要强行摄入很多的话，很容易放屁。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病，你知道，你身边肯定有那种人，他好像读了很多书，但他喜欢放屁。你见过吗？啊，生病了，你知道吧？啊，后现代主义那块，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这个屁特别长。但我还是会坚持看书。别人说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要不想看点什么看点什么吧。可是我觉得看书很酷，它现在很小众，它很叛逆，啊，中学有人觉得抽烟很叛逆，那是因为你在读书的地方抽烟，你在抽烟的地方读书也很叛逆，一样的，那把高铁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太诡异了。哎，给我憋坏了。旁边那个抽烟大哥，哎呀，他好叛逆。那抽烟喊：“快上车，来不及了，随便找个门上。”两位大哥都已经吸不进去啊，就我也一样，我知识不耐受了。那抽烟喊：“还有人要上吗？”头一次因为读万卷书没赶上车，然后要行万里路。抽烟比看书容易。所以，虽然我们禁烟，我们控烟，但是在公共场所抽烟的人还是比看书的人多了。我们没有禁止看书的。你有看过禁书标识吗？
啊，没有禁书标识的，一个红圈，一个斜杠，里边一本书，下面一排小字，包括电子书。你把高铁厕所门一拉开，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我抽烟呢。行，不准看书啊，包括电子书啊。这容易太多，问题是知识它不成瘾，知识它要成瘾就好了，你直接往烟里边加很多知识，直接说，它甚至可以解决我的很多疑惑。不然我老是好奇，为什么每一个在烧烤店里边大声喧哗、一边抽烟的人，他们碰巧都对俄乌战争那么了解？这些信息哪来的？那指定是烟里边有点东西了。如果不在烟里边，那就都在酒里了啊。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吐出来的这些二手知识有点太臭了，太臭。所以我跟雪冰一对，他只有一手知识。是我没什么人性，你知道。相比于崇拜知识来说，崇拜学历就简单多了，简单多了。因为学历它只是一个阶段性学习成果的证明，它代表你学完了，又不一定学会了，所以它很像驾照。你肯定有那种朋友，他是有驾照的，你从来不敢让他开车的。他说：“今天我来开吧。”别闹啊！他坐在后面抱怨：“我可是全国双一流驾校毕业的。”我每年发朋友圈，祝驾校生日快乐。被他给他合上了啊！最绝的是这个，我的驾校全球排名 QS 前50。去年又上升了1名。我的妈呀，都毕业那么多年了，还说这个？有可能你学校排名能上升，就是因为你毕业了。别蹭了，你要真的厉害的话，你的母校会来蹭你的。就算你没有在那些学校上过学，那很多学校都会想要授予你荣誉博士，一大堆学校想要成为你的继母校。崇拜学历太简单了，你都不需要自己真的获得这个学历，你崇拜别人的学历就好了。我朋友他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女朋友是哈佛的嘛，他就开始炫耀别人的成就，对吧？这是我女朋友，哈佛的，他连名字都没说，连名字都没说呀。哪儿人呢？哈佛的。星座呢？哈佛的。MBTI HAFO。他女朋友什么人格我不知道，他肯定不是快乐小狗，他是个哈佛舔狗。然后我问他女朋友，我说您在那个哈佛是读什么呢？他说我是脑科学的博士，挺厉害的。然后我朋友在旁边，我现在怀疑他女朋友跟他在一起是做研究，需要点特别的样本。需要他女朋友论文致谢的时候，感谢我男朋友给我这么精彩的数据。他男朋友非常好，是厉害厉害。我只想说的就是不要光崇拜学历，不崇拜知识。你如果只崇拜学历的话，很容易被我这种学历不稳定的人骗的。因为前几年我读博士的时候，他们还说，哎，段子挺有文化，挺有东西的。然后后来变成本科了，人还是要多读书。人还是我怎么退个学把梗也退回去了？没有必要。那现在他们前段时间有人听说，哦，我又拿了哥大的 offer， 然后他说，哎，段子还是有点东西的。夸早了，就是我段子有没有东西，取决于特朗普给不给我签证。没拿到签证啊，在这儿。没有必要，不要光崇拜学历，尤其是咱们这个行业，有些人好笑跟他学历高不高没有关系，他本来就好笑。我特别受不了有人说，哦，学历高的人讲段子就高级，好笑就好笑，高级骂人真脏。就是你但凡吃了一顿饭，你知道它很高级，你就知道完了，后面还要再吃一顿好吃的。
还有生活中也是，如果你发现生活中有人一直用那种学历的光环去照你的眼睛，他有可能只是怕你发现后面什么也没有。但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知识不耐受。今天我的屁就放到这儿，谢谢大家。厉害，没事，左票倒计时。哎，谢谢。大家好，我是志胜。大家别看我稿子接不住，好不好？大家看出来我瘦了吗？没有。啊？没有。我瘦了15斤。刚刚说没有的人良心痛不痛？真的真的瘦了。但是我发现啊，其他人瘦了之后，大家经常说哇你现在好好看。我瘦了之后，大家说哇志胜你现在好精神啊。知道吗？还有人问我说志胜你为啥要减肥呀？我说为了精神。我刚开始真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但我是没想到一点其他的效果也没有呀。然后还有人过来跟我说志胜你现在都有脖子了。我说我减肥那么拼就为了把脖子拼出来。我说怪不得显精神了，我这还是一种拼搏的精神。然后有了脖子之后发现不光有还前倾了。真的，因为我平常我就近视嘛，所以我看东西我经常要眯着眼，这么伸着头看东西。就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表情管理，你不能笑，你更不能突然笑。知道吗？然后我为了矫正那个体态，我还想着去按摩矫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他给我做那个体态评估，很刻薄。然后去了之后，他就说看你肯定湿气重，然后就开始摸着我的关节，说你这个有脖子前倾、圆肩、含胸，然后脊椎侧弯、骨盆前倾，你还 O 型腿。然后最后我把鞋一脱，说你怎么还拇指外翻？我是真没想到，我过来调整个体态，心态崩了。当时他还在那摸呢，我说大哥你别摸了，你摸摸这吧，心里指定也扭曲了。当他说的我太羞愧了，我当都想找个洞钻进去，发现他们按摩的床上还真有个洞。然后跟我说要正骨，我正骨我真挺紧张的。我听到正骨，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正骨，我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种武林高手就是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人就没了。我从来没见过那种月黑风高，一个武林高手偷偷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守卫说：“哎，舒服多了。”哎，我这可是多年的老毛病了，真的。然后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正骨非要听响，就那个师傅在那每按一下，摁一个关节说：“哎，这个响了。”按一下说：“哎，这个也响了。”我当时躺着，我感觉自己像一挂鞭炮。就我来的时候还是我点技师，现在是技师点我了，你知道吗？关键是响那都是最好的结果，要是不响，他就会一直给你按到响。真的有一个地方大哥按了3次了，还没响，我就听大哥开始在后边深呼吸蓄力了。我说大哥这是打算用内功了吗？然后我说大哥这个没响是不是说明他就没问题呀？要么就是我湿气太重，鞭炮受潮了，对吧？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3遍呀。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3遍呀。然后正骨就太害怕了，然后我就想着自己去找个那个健身教练，自己努力一下。然后去了之后，教练跟我说：“这咱们练之前呀，先做个体态评估。”我说跳过这一步吧。然后我真的发现，
体态真的很难矫正，是因为他要训练的都是你经常不用到的肌肉，就很难受。你在那练的时候，教练都得跟我说志胜，你就咬牙坚持住。我真的坚持住了，效果很明显。我现在咬肌特别发达，我现在有8块咬肌。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而且是那种矫正驼背的动作，你在生活中真的很难用到。我从来没有见人在生活中用到这个动作，你知道吗？我用到这个动作，就只有别人问我有稿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真的体态太差了，我在那练的时候就是关节都咔咔响。教练说：“哎，你关节怎么老响呀？”我说：“这又不让响了。”你知道有人为了听到他有多努力吗？真的，我这关节也是，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瞎响。我现在就想问他一句：你到底是咋想的呀？好吧，讲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孙书恒，谢谢大家。我们这队叫5条手，然后我比较好事儿，我想既然叫5条手了，我们就真的组个乐队吧，让雪冰弹贝斯，因为贝斯嘛，有手就行。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是没有拨弦的这个手。他只有，雪冰沉默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说贝斯就是这个声音，对不起，我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我道德残疾，我认了，顾不上了，很多的那个道德我都顾不上，我不能环保。就是大城市的年轻人活得太累了，家里催婚，工作催命，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又要怪罪我了。这海洋上垃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垃圾都扔垃圾桶里了呀，它怎么出现到海洋上的？还有外国人指责我们使用一次性筷子不环保，我真的很生气。就我已经吃拼好饭了。他还在指责我使用一次性筷子。我蚂蚁森林有3棵梭梭树，我那么一次性筷子都是我自己种出来的，我的这。我说我不环保，但我最起码告诉你了，我使用一次性餐具，我告诉你了。很多事情你意识不到，他不会告诉你的。你比如这个节目，这个舞台很华丽，但这个节目就录3个月。然后呢？啊，这很多东西都是明显都是一次性的，这些架子、灯带、张绍刚，明显就是一次性。别的节目完全用不着。对不起，我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我都说了，是吧？这些东西然后怎么办？造成的污染谁来管？你知道海洋上现在有多少海龟正在举办脱口秀大会吗？对普通人的道德要求有点太高了，我觉得现在是吧？但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哦，真棒，真厉害，合法纳税真厉害啊，捐助希望小学真厉害啊，提供就业机会真厉害。就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他们有这种优良美德真好。我说他们有优良美德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有余力有那些优良美德。就我有的钱只允许我拥有部分的优良美德。就有钱人可能这么大一个圈，我就这么小一个圈，你只能塞进一些什么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真是不行了，助人为乐真够呛了，助人为乐。就是我的钱要去资助一个贫困家庭，这个世界上就会多出一个贫困家庭来。我的道德观就像我的右手一样，就假如我给了一个正好缺了右手的残疾人，我
就是这样，自顾不暇了，真是自顾不暇，只能顾得上我自己。我有时候也想做好事，但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我家里有那种大专毕业、中专毕业的小孩，非让我在上海给他找份工作，我真的很想帮忙，但那小孩啥也不会。我说编程会吗？不会。我说那 Excel、PPT、Word 这些会吗？也不会。我说那开车会吗？也不会。电动车太危险。我说那说唱摇滚脱口秀，你是总得3选1了吧？这都不会吗？怎么做到的？人怎么能在专业知识一点没学的情况下，课外活动一点没参与呢？你是这活得很真空啊，哥们儿！你这大专这3年，你真是大专。就我的道德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把助人为乐硬塞进来的话，安分守己就得彻底出去了。就我可以给你找到工作，但工作是什么你就别管了。那家长还说呢，哈，没关系，能跟你在上海混着就行。我说在上海我不能保证啊，在国内我都够呛保证我跟你在上海。就是很多那种你遵守了更好，但是不遵守也行的那种道德，就硬要你遵守。比如孝顺，是应该孝顺，但没考虑钱的因素啊。说什么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你没钱真的回家过得了年吗？机票这一关就得卡住。过年那个机票有多贵，大家也都知道。我刚毕业的时候，至少有3年的时间是贷款孝顺的。我说实话，孝顺真挺奢侈的孝顺。而且说这是什么传统啊？过年家里人团圆，这是一种传统，这是什么传统？以前的人高铁飞机没有那么发达，以前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现在就非得要回去，还说什么不孝有三？我觉得不孝有三，原生家庭的创伤为大，是吧？你不可能不考虑原生家庭的创伤的情况下硬让我孝顺啊！我现在已经把这2个硬挤在一块儿了，你知道我多了个儿子做的真的很不错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旁边还挤着报喜不报忧呢。就我这个道德观真的是很拥挤，我真的是挤不下了，我真的喘不过气儿来，这还要环保。撒泼了，也是。环保要是塞进来，孝顺就得彻底出去了。我爸问我啊，你怎么不回家看看我呀？我说我还回家看看你，那海龟的鼻子上都插着吸管呢，我还回家看看你。因为全球变暖，北极都化了，北极没有北极了，你还在这回家看看你真不知道轻重缓急啊！你是。我是有道德的，但是我的道德得有先后顺序。哎，你想这样一件事，你出差2天之后回家发现空调忘关了，我就不信你想的第一件事是，哎呀，真不环保。你懂吗？就是现在就是非得给我们这种普通人增加这种难题。我每天挤地铁呢，他让我思考电车难题。就是一边1个人一边5个人，问你压死哪个，是吧？但是没有人想着解决问题，大家是互相骂，1个人骂着5个人，5个人骂1个人，那让3方互相骂，没人考虑过谁把那6个人绑上去？谁呀？啊，谁提出的这种困境？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这些天杀的小布尔乔亚，这些伪善的哲学家，每天也不想着解决问题，就想着提出难题，为难我们这普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堆坐在7座商务座上的人，指责我们站着挤地铁的人不环保。就是我是穷则独善其身，他是达则绑架天下的。很多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大家就稀里糊涂的过着就完了。是吧？我这都是小老百姓，我就这么仨瓜两枣的道德，我也坚持不能丢了。
因为我要丢掉我这仅有的坚持，钱就来了。谢谢大家说，谢谢你们到来，谢谢。赶紧看他那么艺术。各位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为孙书恒的表演投票。我是不可能给他投这一票的。来，让我们看一下孙书恒锁票倒计时。哎，你们好，你们好，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侯志源，毕业于阜新矿业学院。这个是我面试时候的开场白，那很多时候也是结束语。有些学历歧视的面试官听完我的介绍，眼神都变了，感觉他们听到的版本好像是：大家好，我叫侯志源，我有传染病。他们学历歧视，但保持体面。听到我的学校会假装夸一句挺好。我经常被夸奖，但是从未被录取。感觉面试官的评价分成4个等级：优、良、中，挺好的。其实我的专业成绩是我们学校前几名，但我投了上100份简历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个市场环境挺好的。我很要强，坚持了很久才去当销售。领导杨总跟我说：“小侯做销售不看学历，酒量比学历重要。”我酒精过敏。杨总说给我1个月的时间，让我把酒精过敏的缺点改掉。杨总这人挺好的。每天饭后坚持喝酒，过敏更严重了。有一天我还没缓过来，晚上又要喝，我就去跟杨总求情，我说我喝酒就头疼，身上起红疹子。杨总说这样你今天晚上先吃点饭。我说然后呢？然后再喝酒。天才！我头疼起疹子，原来是饿了。过敏类疾病被杨总攻克了，我最大的短板就这么突破了。原来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蛋白质和氯雷他定。杨总因材施教又教我学习循环催吐喝酒法。简单来说就是喝几杯，去厕所吐一下，回来再喝，然后再去吐，特别像反刍。基本上我喝3轮就趴桌子上睡觉了。这就是我喝酒的3部曲万吐睡。我在酒桌上主要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我就好奇，我说这个酒为什么不能直接倒厕所里？有的时候我会抱着那个马桶边吐边哭，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突然发现我吐的酒里还有米饭，原来我在酿酒。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承受这种痛苦，感觉每一杯酒都是对我学历不高的惩罚。逐渐我就产生了极端的想法，我想考研。但我的工作其实不太适合复习，因为我们部门作息是颠倒的，白天休息，晚上喝酒，属于养兵1日，用兵1宿。第2天白天醒酒，晚上接着喝，循环往复。我只有入职当天能走直线，其他时间走的都是弯路。其实我在白天也有时间复习，但效率不高，酒还没醒。而且复习也得避开杨总，因为杨总这个人在公司里边，他可以看手机、看杂志、看报纸，但是看不得我学习。我一掏书出来看，他就来阴阳我。哎呀，真上进呐！我就看不了书，看见书我就难受，感觉杨总有严重的学习过敏。对付过敏我有经验我说你先吃点饭。发现我在看考研资料，杨总又来问我这是要考哪呀，研究生？我怕他开除我，
所以我想让他觉得我肯定考不上。我说啊，我考北大。杨总开始关心我了，说小猴你是不是没醒酒啊？我说杨总我已经醒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清醒的人最疯狂？这个办公室里我最疯狂啊！那天是杨总第一次劝我少喝点。我一直觉得北大的学生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直到我认识了一个北大的朋友叫大海。当时我是找不到工作，住在北京的一个青年旅社里，他也住在那儿，体验生活，体验我的生活。虽然他住在我下铺，但我感觉他还是高我一等，因为他普通的 T 恤上印着一个大 logo， 准确的说是北大 logo 啊。那个青旅很破，洗不了澡，大海主动提出要带我去北大里洗澡。澡堂里边雾蒙蒙的，北大学生真争气啊！哎，你们跟北大的学生洗过澡吗？根本挪不开眼睛。我就想看看他们跟我到底有啥不一样。但我发现他们脱掉印着 logo 的衣服以后，没啥不一样，都是普通人，每一个我都看了。他们胸口都没有伟大 logo。当然我不是一直盯着看啊，我是边搓边看，看起来我是在搓泥，只有我知道我是在祛魅。就很多事情其实见过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当时我就决定我要考北大，我还想来洗澡，因为我这个人爱干净。我觉得考上北大能解决我之前遇到的所有问题。我没想到最后我真的考上了。这复习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能分享的经验就是少喝点酒。考研上岸，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要相信自己。我感觉没有人可以再轻易的评价我。现在我研究生也毕业了，我拿着那个北大的毕业证再去找工作真不一样。我受到了很多特别的关注 ，HR 都特别关注我的第一学历。我说复兴矿业学院，他说啊，挺好的。讲到这，谢谢大家。